贤王上来直接拿了一手万用解法跛脚羊。那跛脚羊的话，这张地图有弓箭手去 OB 机械师的话呢，还是要看看这电跟电击桥的一个中间了啊，机械师就不会说我开局就直接面临一个追击的压力。现在起码是一个斜向追击，距离会更长一些啊。如果说再往上选一格的话，那就是秒贴脸。但对于跛脚狼来说，他也不敢确定电击桥。看一下，还是得去抓机械。你不抓的话，外面机子很快，而且说不定他带个化险为夷，后面还能过来扛刀保人。是的，这个视角完全在往机械师啊，还有终点那个半场去盯着。不管娃娃了，毕竟娃娃你确实要处理的话，前期要费愿力，那这样机械师拉开就更抓不了了啊。是。尽快追求一个尽快击倒。那飞轮好之前，机械师我们也知道，博弈确实是他的一个弱项。那飞轮的话，可以3-6的时候用，1-6够呛能交出来。拖不出来。对，时间上来说，已经现在马上要被击倒了，感觉。八字龙，跟钻，再钻，再钻，倒了。3秒钟的时间啊，但是娃娃的话直接站在桥边起修了。其实这个拉点之后，其实还稍微溜了一会儿，是吧？50多秒才倒地。对。不过拒签来了，硬签呐，硬往回签。这样的话，一会儿一个愿力龙是可以把娃娃处理掉的。是。娃娃也没办法操作，对吧？大空地的，就看一下队友能不能趁这个时间过来救，但也不能救，因为求生者都要卡这个观众效应。还有观众效应。得卡。是。其实现在很多这种针对机械师加 OB 位的打法，无论你带拒前啊，带这个兴奋啊，带插眼啊，其实很多打法都被监管者去研究应对出来了。是。给到一刀，正常把人救下来了。还是要把娃娃想办法放出来。可能是留着3-6的时候。3-6的时候用飞轮加娃娃扛刀试试。扛刀用。但是还是拿出来了。算好了，现在咸阳乌梦愿力不太够嘛。娃娃得跑，但这样你本体就跑不远。已经过来 OB 位准备 OB 了。对，让咸阳乌梦他可能想着是会不会在娃娃这费点愿力啊，但是咸阳乌梦没有这么做。准备插个眼处理一下 OB 位了。对。但这个角度的话是可以直接规避 OB 的，对吧？你帮我拆掉，我刚好过去挂人。是的。哎呀，这个点它其实不像永眠镇墓地那种，它是没有路可走的。这个点4通8达，去哪都可以。对，然后还能窥视者去干扰一下帐篷的密码机。感觉这个局势不是很妙啊。对啊，你 OB 位过来没有起到效果，其实是有负收益的，你没有破亿。是，不过这边的话，承载可以直接无伤救，救来之后还可以补一个龙武功，没补到。但同样的，其实刚刚南野过来了，也就是说救人位虽然没套化险为夷，但同样的破亿时间是没有争取出来。对，也没拖出来。飞轮交出来，但是这里大空地还是牵制不了。看一下承载这一波操作。插眼，故技重施，不帮他拆，不拆，那我放了呀。不是有椅子呀？没罩住了，罩住了。对，隔着一个区域。那我就硬等喽，我等自然消失啊。龙持续时间也不至于摇下来。对，而且我还是个拒前。这里直接找到了飞行家。二手节奏就在脸上，可以放风鹿龙了感觉。想平地拿刀。没办法了。是的，这边即使第一时间反应到，也是没有办法翻过去的。而且求生者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赶路，而且 OB 这一局都没有起到效果的情况下，密码机都能干扰。对，这边还要挂到帐篷外围的椅子，然后守一下这台遗产机。是大副如果要过来套化险为夷，又是千里迢迢啊，所以让承载先救吧。对，然后大副一个人补个4台机是吧？应该是补1台，然后过来再救第2波。把自己手上那台能修量就不错了。对，因为这里现在2阶的跛脚牙，我觉得轻易的续个节奏应该不成问题。不能让承载这边无伤救啊。黑刀，刀在椅子边。这样的话先补一个避弩，直接原地等待，反正你也转不走。是，再把沉默人框住。有一个大喷，哇，这个好极限啊，这个龙子。对，这龙就这么点区域。可以啊，这波大喷是第3次喷之前交出了这个大喷，喷到龙子结束。
那很关键了，这波还有个受伤加速，能再费点愿力。帐篷的密码机看能不能补量吧。沉默人还在苦苦支撑。是。哦，这个恐惧震慑很极限。好，弓箭手再过来 OB 一下，还有2个龙骨弓，一个壁弩。但现在其实要他是补机子呀，他现在倒地的话没人补机了。是。所以说陈仔尽量的自己活着吧，能拖点时间是极好的。 承载这波飞轮操作，然后还在用龙骨弓去压迫到对手，一箭穿心，可以。那得击倒了，还是得倒了。但是飞行家那边才81的一个自愈进度能起来，起来的话换挂弓箭手。承载这一局立大功啊！真的，这局前开始了，是拖了很多时间的。放下去打你一个没自愈。 那这样的话，弓箭手有可能挂不上了，应该是挂不上了，只能挂飞行家了。但同样的，弓箭手其实交出自愈再去补机子要跑好远。对。必须让大副修量以后，过来套个化险为夷，弓箭手自愈去压级。是。但弓箭手交的自愈，其实可以优先去管一下弓箭手。 而且，即使能够修出3人看门战来，飞行家没道具，看门战也会倒得很快啊。弓箭手也是没有自愈的，所以说这一局星海雾梦多抓面是非常之大。看一下求生者一会化险为夷怎么样去处理吧，倒的一个位置很关键。哦，打椅子了，那可以帮忙扛了，扛到一刀，马上摸到密码机了。是。 窥视者也快满了，这里打到1刀，够了，够了，摸到了，应该能摸到的。下板，再不行再下个板。是，直接点亮3人开门战，哇，这局对于斗武来说，打到3人开门战真不容易的，很不容易。是8字龙，但这里好像模型有点卡住自己了。好钻，两边门都在点。陈某人这是没钻过来。 两边门都能开了，这样，那这样的话有机会平局啊！是的，星海雾梦这里其实就是技能捏的比较死。哇，其实他大可以什么，就是我切一个闪现，把脸上的人先给抓了挂飞，然后再去管门。对对对，终点门是能管的。像现在他切个技能，门已经点开了，就不用职工了啊。是的，是的，踩板之前。 我觉得果断一点是吧？因为他下那块板子肯定是这个追击追谁都行，大家这3个角色的牵制时间也都大差不差，大差不差，没有特别突出的也当然也没有弱的。对，基本上就3个笼子，选的很平均，而且这些角色吧，它都不贵，你懂吗？其实还是在预测求生者有没有这个设计，就是你可能魔术师或者园丁在电击桥，他想去赌一手，结果这一把大副还是结结实实在电击桥。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啊，还是往鬼屋方向打算1追2吗？鬼板那边密码机封锁了，然后魔术师稍微摸一下密码机，直接往楼上去走。18的话呢，反拉2战，但是梦幻小迷好像直接想预判第2个人的位置，也就是18。能看到吗？没注意到吗？没注意到，可能也不想追前期有盾的园丁，然后预判一手魔术师也跟着下来，想的太多。窥视者主要鬼屋这个位置一个眼就都插出来了。 你还不能翻，翻了落地刀的。是的，前面再交一个龙，交木棒提前交，那这个提前交，哎，拆掉了，但还有龙啊！莫名的角落直接拆掉，然后把皮皮章给秒了。我的天哪！就鬼屋2楼这个地方，跛脚羊是很有套路的，你不翻，我可以平白无故拿你刀。对你翻的话，落地刀。对，落地刀。 你又没办法空中交个魔是吧？是的。那看一下这波救援18啊，盾也是刚消了没多久，给到1刀，然后再放龙拿第2刀吗？想再压一压，观众效应。起盾，想无伤，6秒的时间，还是能掏的呀，能掏。再给1刀，起码打个半状态。 皮皮章手里的话还有2根魔术棒啊，完全可以进行一波2次牵制，看看想不想在这交，还是说留着36，那就留着36了啊，留着36，2根魔术棒，下一回合的话大副再过来救一下。不过这一局的话，因为没有 OB 位啊，跛脚羊续节奏能力又非常的强，所以说
不是对于成都记来说不是很好去保平。对 ，OB 位它主要就是在节奏不好的时候，我能跟监管争一争。对，现在节奏是偏向于监管的话，那你求生者还是只能按部就班。对，而且还通缉到了枯草的大副。直接打到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有可能救不下来，怨灵还很多。第二个表摇到，但是失乐园的效果已经没了。对啊，如果万一被蒙出来，就直接倒了。哇，这样打到椅子了，他是假装拆龙，实则还是躲到了这一刀。啊，那这一波真的有惊无险。而且魔术还能稍微溜会儿，稍微溜一下。这刀出的有点着急，魔术棒的 CD 2秒钟、1秒钟的时间能续出来吗？拖出来。好，拖出来了。哎，但这波没交出来。没事，留给队友吧，也许能够有些用。队友拿着正射棒。确实，而且枯草又自己获得了一个。哎，对。那现在外面2个半状态，窥视者是满的，随时可以切技能。18那里也不敢修，他也知道枯草在起点方向，可以去逼掉表以后再去鬼板。是。别交表。走了，应该是走。想抓吗？抓。那就等个20多秒吧。对。第3段表你过去得必须第一时间拿到刀。了。骗出来了。是的。互相钻，但是还是击倒了。这样的话，外围密码机还差1整台。大副的话比较能做，刚才园丁呢又摸到一根针，把自己状态调好了。而且大副还没拿到自己的魔术棒，所以现在手上没道具。没事，他现在正前方和身后都有魔术棒。一会儿看捡哪个，拿一拿。对。抢过来救。18这个位置很神秘啊。对。这样的话，应该能到椅子周围套个盾，无伤最好。给到刀续一个秒盾，下一波。似乎刀能擦完，要有人落地倒了。哦，一个有盾。哇，最后1秒打盾上了，给打盾上了，这事儿闹的。哎呦，那这是个给他造了个无敌区啊！是呢。安全拆龙，没愿力了。从近身位到远身位啊，自己这一波博弈。那18这一波救活了呀。是。枯草还捡到魔术棒了。感觉有一个3人开门战了。18走走也能捡一根。是。给到刀，小白那边密码机摸到点亮，刚刚好。哇，好极限。过来去找枯草，枯草手里边还有个魔术棒，他应该是追枯草，然后再去拦想跑终点的18。终点门肯定是管不到了。对，终点门第一时间点的。对。这样一会儿，单人间了，而且愿力不够了。那枯草这里只要拖到下一个愿力龙倒地以后，你还得花时间挂。是的。园丁是稳稳可以走门的，实在走不了，他也可以起个盾，再走。魔术棒还能撑。魔术棒非常神秘，你看多有用，这魔术棒。哦，再偏一刀。哇，还在变，愿力不够了。地胶我看一下，在桥边，但挽留时间还有70多秒，够呛吧？够呛。开过去捡个魔术师的魔术棒啊，再捡吗？嗨，再来操作1、2波。魔术师这是皮皮章的对队友的一个帮助是吧？对，虽然他淘汰了，但是庄园处处是他的身影。没事，他还有底牌呢，实在不行就切闪呗。这波翻的话落地刀的。对。差一点点。哎呦天，抽到了，太吓人了。那这样双方第一局保平啊，拿了4次，胜率是0%，但是平局肯定是有的啊。对，毕竟歌剧开门战的时候他就不一样了，他非常方便自己去拿挽留刀。带的什么辅助特质吧？应该歌剧演员这张地图都得带闪，其实也没有那么好追。好，那悬念。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啊，直接目的方向往红毯方向追击火灾调查员啊，带的闪现，再加上这种位移的角色，也不是说很能克制到歌剧演员。这里红毯特别适合歌剧的隐跃，一个回溯拉近身距，但这里其实他也能溜，对吧？我有空地位移，能翻进去吗？能翻。
啊，那窗台再触发，下一个球也拖得出来。啊，想用来堵路或者说断隐跃。对，但是这个地方没有堵得有点歪啊。有空地，进板，这样的话应该气囊还可以复用。对，又过去找气囊了。哦，回头反向去弹，弹回板区。没错，这一刀没有抽到。这样的话，前期闪现好之前感觉都不用给刀啊。再一个反弹，很好的啊，然后还能复用，再去叫他，但这个窗得小心了，因为闪好了，是不敢翻了，要给一刀，给一刀，再来个窗弹。对，然后前面还有一个气囊可以复用，只能从气囊方向去包夹。那我们选择绕一下，先把气囊处理掉。是，闪进去吧。闪了。击倒在这个位置的话呢，没有人能帮，这个牵制节奏还是非常好的啊。中场也没有地下室，挂人还要很久的时间。对，挂上的话，感觉3台都快接近亮了。是的。有个准备救援的，提前撒手。对，顺便也是不压他就是压他那台嘛，对吧？白纸这边准备套第一波化险为夷。看一下这边应该是空军那台压住了，让佣兵那台亮了，然后佣兵第2波来专心救。是一会儿，我觉得是杂技救了人以后，可以落地新起一台，然后自己遗产让2救的人，比如说佣兵过去补一补。对的，因为佣兵的话，他现在已经修亮自己第1台，没有后顾之忧了啊，可以去充当一个救完人补机子的位置。他甚至可以在救人之前就把密码机补亮了。对，后面他就可以放心的扛刀。对，死了也没关系，就是观众效应就不考虑了这一波。然后再修了。尽量的拖到承载这个修亮过来，看能不能架个枪。看男士要直接亮了吗？人皇这台离得挺近的，还是亮了吧？要不没亮，还是要压观众效应。对，这椅子上的座椅时间，大不了一会儿套上火纹以后过来。对，再摸一下嘛，碰一下，摸一下的事儿。哎，椅子上的时间很宝贵啊。对，然后男的话赶紧去卡远了。小梦知道这一台是压的密码机，但踹不出来，闪现交过了。对，还是顶着一个12的加速。给一刀。哦，打到针对，让前炮人去点亮了，就算了，就相当于卖掉他了。你说能不能倒到空军那里去，然后佣兵去补空军机子呢？帮一下。但够呛能 OB 够，因为最后一台还是差了点的。对，有来了，翻出来。然后承载满状态，2个长窗是翻回来。不过还是有打不太到啊。可以开枪抢摸啊，开枪抢摸够的。是的。直接抢摸。够了。亮了再开枪。哇，给到一刀，给到一枪。那这样的话，陈某人直接远离了仙雾梦，这边只能再去管一下空军或者小门。那小门佣兵满状态还有满状态加护腕，这抓下去出大事，可能4跑的。他应该是要底牌了。假装先抓一会儿，回速再去找承载。承载被调出来了，这个神剧。小长窗在。哎呀，这波博弈有点亏哦。再传大门。他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得找到上官飞。对，陈某人就在这里。但击倒了以后，他估计是回不去捡这个空军了。空军能自愈走小门。还能博弈。哇，这一把陈某人确实博弈的特别好。哇，还能修。哇，这一次又不等你了。刀尖舞者了。是。还在修。我天哪！哇塞，这个。天哪！就哇，一会儿导播就剪这一段段的行了，感觉可以 top 预定了。说实话，是还在来吗？半翻也过了，还打不到，这快1分钟了吧？是哎，这个到了，这要到，真没招了。哇，这只能说火灾查员可惜他是个半状态，这要是个满状态，再玩个20多秒，旁边就是选自己想选的。对，就是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还是在回想解说被骗的样子，是吧？是啊，想想就暗爽，你知道吗？这复盘得有意思，是吧？你每个战队也得看复盘这个 BP 吧。然后复盘的时候，解说声音一开，哦，嗨，瞧这没杂货商中场的
飞行家以及3连方向的佣兵啊。哎，小图密码机速度还是会很快的，但是再快，你也要跟梦幻小迷的这个杂货商去拼一拼追击的速度。好的啊，进比赛先咳嗽一下啊，把杂货商直接往小白的方，哎，神秘啊！他想去抓中场的18， 18想废个化险为夷，他也大概知道你这化险为夷得是18代啊。这应该是确定知道了，对吧？这个基本上是名牌中的名牌啊。哦，这里想反绕。但18的话，他是往大推方向转的。他在红毯如鱼得水啊，对吧？你能开门，我能飞出去。是。前面直接大喷，藤蔓靠走位，走没走掉？他是压根没走。一刀，他可能觉得藤蔓距离不够吗？对，有可能是这样想的。那这样道具又交，刀又吃，再来一个藤蔓，身具要拉近了，对，把它架住在这儿。是的。很极限。是。那无论你进哪个点，我开个门有一个碎石，你就得走位啊。一箭穿心，腾转再来一个挪。哦，小白确实是神射手啊！移形拉近，先过去，碎石过板。哎，没砸到，那还是击倒了。砸到了，可能就被碎石给命中了。对。再来一个龙骨弓 OB 一下。对。哇，看一下左下角小白这个视角，直接牵，被射下来也会被捆住，看能不能扛到刀吗？哎，可以交喷进背包了，但小白这边再来个臂弩，藤蔓又缠住了。哎呀，哇，真没招了，太准了，梦幻小迷。是，那这里想 OB， 换状态了。其实我觉得可以先交飞轮的这个点啊，可能还是想。古董商来了吗？先补一个臂弩，哎，皮皮章就位了，哎，开一个门，碎石压迫一下，直接牵吗？直接牵的话往捕入器方向挂了，那2个 OB 位白来一趟。来不及了，我还是想射。因为主要还是得蓄力到1.2秒以后才可以啊，他这根本就时间不够。看一下，古董商准备一救，过来救。但抓飞行家有一个好处，一是闷掉化险为夷，二是你什么呢？你后面没有6轨能力了，你是没道具的。等一个碎石打。直接偷，炸到2个人，都被炸了，再补一下，扛，还是打到没有扛到。这样的话，皮皮章看还要不要 OB 一下，还有一个蹲式，感觉不能强行 OB， 飞轮要碎石一走位，还是给一刀。这个状态真的被打得很惨很惨啊！还要 OB 吗？主要是你保了飞行家他也活不了，是他溜不了几步，他应该是在为外围的密码机去拖时间。没办法了，一个自然交易啊，在修台新的佣兵这一波准备过来救援。其实这一局的话，这么看来保平都比较难了啊。对，状态很差呀，外面的状态。是佣兵在救完人，佣兵也是半状态，至少必须得找时间去摸一摸了。没错。哇，直接给一刀，给完一刀之后，这个紧接着救人动作非常的快。看一下18这波应该是没发6，藤蔓，哎，这波走位扭掉了，但是刚好位置卡住的他翻窗的身具。梦幻小迷想着你要么就吃藤蔓，要么就翻不了这个窗，反正我肯定得占一个的。状态要不要调整一下？3个人站一块摸吧，我觉得。没有，2个人应该是。另外一个在小门方向，得小心这个传送直接找人。哦，方向是对的，古董上这边没摸好，打一下，碎石没有躲开，炸到了，赶紧再补上一个机关枪。但是开个门，一会藤蔓咬住就要问题的，还好走位扭掉了，开了。碎石又命中一个点刺，但是点不动啊。哎，有点短了。走位要封，没封住，但还好拿到刀了。小白这台密码机感觉是能亮的，很响了。能吸刀吗？哎呀，开个门直接亮了，亮之后手里有个飞轮，硬吃，博板骗了一个刀。是的，那现在就差一台压好的密码机啊，佣兵那边密码机应该是能亮，亮了之后还要交自己去修。而且佣兵这个状态救人是有风险性的，有风险，所以得等压好才行。等这个弓箭手自愈去压机。要我说，其实直接可以双挂，对吧？对啊，他可以牵起来。因为上一局是一个3跑呀，我没必要说非要奔着4抓去打。你看这里开个门，藤蔓能咬住一炸一刀的。
被打断了，一炸一刀，但是那边自己能把人救了，起来救人。是的，他这藤蔓没空过吧？没空过，就所谓的空也是风走位这种用的，基本上没空过啊。就走位扭了一下。那先把你没自愈的击倒，骗飞轮没交出来，没自愈了。那可以先挂佣兵。对，你古董商如果去修机的话也没用啊。兵应该是摸不起来的。他还是来得及先把佣兵挂了，再去牵这个弓箭手。其实也不用管弓箭手，挂完之后我直接去找古董商。不能去找，找了压机一亮，这不就能救了吗？弓箭手，但是他没自愈了，他刚跑远，刚跑到那个中场，先挂了，得挂了。但是刚才那个身距，我觉得还是可以试试。就怕万一他跑到机子，把机子一亮，这边把人一掏，那就全毁了。毁了。现在就主要看地窖保卫战了，现在是。先等这个佣兵挂飞，然后再主动出击。其实佣兵他比较耐做，感觉跟弓箭手应该是同一时间挂飞。对，就是看两个人都差不多的情况之下，然后再走。看古董商能摸到什么吧。一个魔术棒，现在有点用，感觉。只能祈祷成都机器的那个 box 能不能发挥下来。他最后时刻会不会传到那个唯一的地窖点？因为他现在应该知道墓地和小门都没有了。对。然后这边皮一张还有一点想法，但是回来手的话，耳鸣也没有漏。这个第二个是啥？还是魔术棒。魔术师是吧？密码机就是大推这一台是压好的。先排一下红毯的方向，红毯没有，那就是大概小推方向了。装备齐全啊！先碰一下密码机，推一下墙，防止自己爆乌鸦。但这个走地窖难度，耳鸣一给看到了，史诗级难度啊！没缠到我就不过去，要被炸一下，炸死了呀！一直架着你，真没办法哇！一个重金之托，再来一个藤蔓，逼你走位。哇！缠到本体了，直接是过来击倒了，哇！直接过来用一个碎石买卖给击倒了，连你的魔术棒一块震碎。比了一下，蜘蛛在手里的时候肚子里存思，鹿头在手里的时候只能脑子里思考，是吧？能攒攒夹子也是不错的。那夹子吗？那也太有用了吧！给开门站门口放一两夹子，太有用了。你往好处想嘛，那现在还能咋办，对吧？鹿头2阶，你现在还是怕的，1阶还是怕的。你这玩具商气象估计也不好抓。是。鹿头啊，主要是这不是本赛季仙雾梦第一次在4抓。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啊，绿河的方向刚才也看到了啊，脸上的话一个玩具商，一个守墓人，过来先交2段钩啊。楼上的话，玩具商已经做好准备了。2楼放一个跳板，高上加高。这个跳板不处理啊，因为也很着急。往大房方向，哇，也太能飞了吧！咱们就是说，这直接就到大房了。那干扰的点密码机，准备放夹子了，看能不能反绕到谁？反绕到一下吗？哦，承载这边应该也是没有上当啊。沁儿在楼上，放一个夹子封住这个板缺。我以为他要去缺口那边放夹子呢，还没有一个近身的机会啊！但是这局沁儿确实密码机起的也是比较慢的，再飞一下啊，一段震到了，看到一下，交个飞轮，这一刀能有吗？不好进板啊，正好没进去。那2楼的那个如果有机会跳出来但跳不出来了，移形。把他架住，不能让他上2楼。是的，短板博弈直接勾过来，一刀一刀，1台半击倒。其实这个击倒速度还是可以的。难道仙雾梦今天就要为鹿头证明一下吗？看一下这波手椅啊，守墓人被通缉到了。闷掉一个化险为夷的情况下，假如手椅上还能拿到节奏，是，那就真有机会了。先过来处理一下这个跳板。这个想勾树掉下去吗？再来个落地刀啥的啊！这刀吗？这个直接掏了，直接掏，而且是个无伤，后面还能蹲个铲过来卡人。是。
哦，神之一钩不伤了。哦这个通缉持续时间看到了，但玩具上压了一下脚步反走的，南野在往这边踩脚步，西安乌们可能会觉得，哎，你是不是倒到救前面去了？哎，并非并非啊，成功的骗到了西安无梦，是，那这一错过就可能不好难找说了呀。不好找了，不好找了啊，往回排，2个勾，啊，无非就是正走和反走嘛。嗯，哎，看到了。爆点不要理会啊，这边还是看到了承载，但是拖了很久时间了。这守墓人这一勾一刀吃的一点不亏吧？对啊，对吧？反正下一波救不救的，我有幸运儿有枪。其实属于是什么？本来赚到的，大不了还回去嘛。嗯，对啊。守墓人手里是拿着这个不救了，玩具商的护腕。这跑一局，哎，陈还来被通缉，交一个护腕过来。有个枪的。哎，这勾勾到了。他有假装跟你博弈，星儿最喜欢这样了，假装跟你博弈，然后差不多血线差不多了，一杆枪，哎，有点这慌。就出问题了呀。哦，好在是扛住了压力啊，太吓人了。他估计是预测啊，沉默人不敢偷到勾好，所以会直接掏的。结果沉默人这里还是沉住气了，一个闪，闪现被预判到了，一个飞轮，但是没什么用啊，还是机子还差着呢。对，挂到就近。哎，那这样星儿能挂到自己遗产啊？对，密码机的话就差幸儿那个应该是。啊，不管了，想先他来不及。他觉得只是手应该是能亮，还真是能亮。那白纸唯一一个满状态，他道具可丰富着呢。那是。能飞能推。南这边也是假装不修了，选择亮了。还差一开始压的第3台幸运儿那台。封2夹。封2夹那对气象学家来说那都不叫个事儿啊。他飞轮一下子顶掉就行了。对啊，不过直接过来追气象了。就看能不能为开门战多消耗点道具了。哎呦，还空了。空了，那没办法了。飞轮提前交在了一个强风。南在遗产给压力，拆一个夹子行不行？可以拆了。对啊，监管这个刚刚技能也刚交啊，那边幸运儿还准备打一个4人开门战了啊，娃娃直接贴到门了。一只模型不给你直线的一个勾机会。是的。哎，这甩哪去了？密码机是压好了，压好了，已经拆掉夹子，拆了，站好了，就等着白纸吃刀了。主要是门也贴好了，这一局他是没有任何的多抓面的。他开门战还只是个闪，对，他还管不了门。是的，是的。他最好最理想的就是什么？就是他不交闪的情况下，把脸上这个人开门战速抓了，然后再以一个闪现再去留一个，那也最多是个3抓。对。但是2边门同时起的情况下，对，没招了已经。现在就是赛跑，直接开始改成赛跑。你不交勾，我不交，啥都不交，一度非常的和睦。这就像你说的，在攒夹子呢。嗨，那确实还能攒攒夹，还能攒攒吧，是吧？人要乐观的活着。对，不能悲观啊。哎，直接踩。那是不是可以勾啊？勾一下，然后不开。但是我拆这个夹子，给到一刀，因为夹子之间它是有一个5秒无敌的呀。对啊。好，2边门都在点了，管娃娃，管娃娃，感觉毁了，感觉真毁了。这还没传送去另一个门呢，气象直接走门了，应该是要3跑了吧？就是那边气象有地窖啊，地窖就在这边。愈合，哎，但是白纸好像想走门。那个朽叶气息能不能看一看气象位置呀？朽叶气息吗？那气象看到了，我们大屏幕也可以看到气象的位置了。现在直接是完成了一波3跑，终结了比赛。他不需要4抓嘞。对呀，这个那保平就行嘞。是的，那保平这路头还是很权威的。保平拿啥都行，说实话，你只要会玩啥都行。那还是挺多不行的，那不然为啥没出现比弱点去打？
反正追咒术师，鹿头是追咒术师真挺痛苦的啊，勾过来还给他那个斩猴啥的，感觉甚至1阶以后更痛苦，1阶还能造成伤害是吗？0阶好歹咱神之一勾过来就一层猴的一个。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啊，哎，同样的时装啊，往18的方向走啊，先放一个短板的夹子，让你转点的时候要绕大圈。那你没有牵制天赋，那我一会儿勾可以用来赶路。哎呦，哎，卡了下脚，那也还行吧，反正也是拐弯拐过来了。能跳这个是荡神，没错，跟着跳呗，咱们一起荡秋千。哎，别说不归林里还真有秋千。哎，荡到那天外天。是。来这边篝火，走位。第一刀要有了。哎，这有点贪了。不是自己放弃到了第一刀的机会吗？哦，还行，抽回来了。好嘛。他想勾到以后擦到快那么一点。对，哎，就是贪了。这种时候没必要吧？你这个勾打完之后还可以留着再当一段位移的呀。哎呦，一杆枪直接给上。是的，而且是在你交了钩之后，这段钩还有时间能续上吗？应该是够呛，移形要交了，能进板，这波还没刀。板，而且手里没钩。哦，哎，控地了。哎，有刀了。博弈。嘿，解擦。这个配合可以说是，这个有点难受啊。博弈想抽刀，打断出钩，但是有点卡脚呀。没事儿，飞轮过来帮忙扛，皮皮章这边帮人帮到底。我也想要这样的队友，这飞轮过来扛，是的，太团队了。哪里找这样的队友呢？没给赞助，算了，不说了吧。先别聊。又断一下，但是自己也卡了一下脚，飞轮已经交过了。而且刚才的咒像 CD 也是在冷却，而且没有咒像刚才。总的来说，我觉得求生者能接受。为什么？一是心理化险为夷，后面摸一下我能用，还能救；二是咒术师的2流空间肯定比心理大呀。是的，也接近3台了呢。对，这就是他们的策略嘛。这里有个夹，火箭一会儿还能。不过这边这个跳台有2个缺口。另一边跳下来就行，也不敢博弈政策呀，因为火箭如果给到就是无伤救了，你得博弈着，然后躲火箭才行。准备拉火箭了，不拉的话不好卡半啊！哦，哎，过半了！不是他为什么不敢掏啊？刚才又没有闪。确实，而且减速了，这个刀长不够。对呀。现在皮皮章他没有3-6了，他只能把2-6当成在这一局此生唯一的机会。把钩挡一挡有生距，但是有再来一个火箭，火箭空了，给到皮皮章加速了吗？没有，太远了。还有大房的无敌板，现在只需要牵制1台半的密码机啊，2个人去补。鹿头已经2阶了。已经是化身。OK， 皮皮虾这边过来帮忙保一下。肉身扛，飞轮躲掉这一刀。对啊，鹿头就怕这个堵路。对，先试试能不能走过去不能。那身具又有了。是的，而且估计小丑又复苏了，但他没火箭了。那他该干嘛去吧？修机去了。是，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啊。对于团队的帮助，并不只是帮队友这一条。哎，勾过来3层猴。对，3层猴要更快一些。然后现在飞轮18可以替补上了。替补，哎，来，18。刚刚你保我，现在我保你。是的，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。这就是他们团队羁绊啊。1层猴，这能跳吗？跳了能不能甩钩甩过去？哎，扛到了。太团队了，18。机子够了呀！没错，这个过半就直接3人轮流保吓我一跳，我以为踩夹了，后面有个夹了，朽叶爆点了应该是。是。那这里勾到了，勾到，但是还解擦了，这能解吗？这个咒术师的3层猴是来得及，1层猴一般是来不及的啊，除非出刀慢。密码门也不点了。这局的感觉净胜要有点远走高飞了呀，这个净胜打得挺扑朔迷离的。对。但是鹿头确实有点陷阱的味道，你不觉得吗？真怕扛呀，他是娃娃，
助我一臂之力。这很难吧？哦，真的帮上呀！做到了。娃娃说：“我其实也没动。”对。好，假装有地窖，先反排一下这个地窖对，点，假装有地窖，那你就走不了了。对，18这边能撑一会儿就一会儿吧。锻炼一下这个出钩的精准度吧。啊，不锻炼了，直接平 A 带走了。那这样保平，斗五这边还多收获了一场净胜，2胜1平带走对手，恭喜斗五。同时的话呢，北京 WBG 这边也是稳。这化险为夷，气象会去携带一个，然后大副一个，星云儿会不会应该是个双弹飞轮呢？还是说是他会携带一个飞轮加化险为夷？感觉飞轮加化险为夷，其实收益可能会高一些。对，化险为夷多一个化险为夷，加上那个点的话，其实本身也是有一个离得很近的箱子，可以先翻。没错。看监护者这边携带的一个技能。选点的话，监管者是好，进入到比赛画面，上来是直奔中场，先把所有人都赶一赶。小明是直接往脸上走的，那这个气象挨的时间再有点近，但监管者是不愿意上这种当，他还是想要去找一找这个幸运儿，是想拿咒术师下一下手吗？哦，但这里是被博弈了一个砸头，是其实感觉是有一个平地刀的机会了。想投点拿点存在感。哎，不过这里是平地抽到了一刀。对。而且咒术那边跑点，因为他是选择往幸运儿的远端去跑的，这样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换抓。看一下这边是直接拿到一刀，身上虽说有一个3层猴，但是你这个33秒的话，有可能就要被快速击倒，很危险啊！现在窥视者再次往地上插一颗，这个3层猴就看怎么去用了。是选择了先交一层小猴，对，放了个围龙，先飞轮，但没能躲掉这一刀。他想要飞轮之后再交这个3层猴，因为他刚刚那个 CD 是在冷却当中。对，这个也是因为你开局的时候，因为是给了一个平地刀嘛，是的，所以导致稍微埋了一点伏笔。哎，4层猴不得不救啊，肯定要是要过来给个化险为夷的。那脸上的气象其实他是没有带化险为夷的，因为这把他是带了一个单飞轮。只要他能救下来就行，因为他们认为就是说是这个4层猴一旦要下来交了，等同于也算是一个小化险为夷。不过气象能扛就可以帮忙扛一下。不爽倒就行。那再卡一卡这个飞轮，哎呦，但这个风还好松手快啊。对，这个松手要不快的话，直接震慑了，那你连救都没救下来，这局面就直接奔向一个4抓了。狗这边还在拖延，先交了一个3层猴，硬拆这个围龙吗？不拆了，打算等。那感觉围龙的话是可以掉的，现在还是得再去逼一个围龙，只不过是说你过来之后可能还是要倒地。那现在牵制出来的时间其实也没有一个化险为夷这么久。对。那这个时间其实还是更偏向于监管者这一方。接下来就看这个化险为夷了。而且这波挂乙的话是直接排到了心念的位置，那你可能一会儿还有一个被迫去逼救。人应该是让幸运儿来吧？是大副来吗？我觉得是幸运儿过来，不然你站在这里的话，不是很亏节奏吗？大副刚刚是跑了2步，应该是去赶修机了。但幸运儿他是带着一个护腕加香水过来的，这不太好保啊！而且他自己也没有一个摇红玩偶，有个摇红玩偶外面密码器其实还能更快一点。先放个香水。下来的话，先交了一个3层猴，拉远。不过过来的话，其实感觉牵制空间上面也是比较小了。没错，这里是抽到一刀。对。这里的话，接着去赶，去拿咒术的另外一刀，因为现在的话还没击倒。不过还好，愿力上面是逼的比较多的。对。那这样的话，你一会续节奏可能就是2个围龙这样。是的。不会给到一个特别足的压力。那边也是远程在调整状态了。3个满状态，这个窥视者其实随时可以切，只要能完成击倒就行。看这个2手节奏，这里由于找的是一个大副，直接摇怀表其实就护掉，应该还好。对，如果说能避开掉这个围龙，那现在就能让求生者有一个走一个的可能，因为现在无法说是一个稳定平局的大概朝向。现在密码器还是欠缺有点多。但是过来的话，其实是2边都是在外围破译的，是这边没有人，所以是你传送交完之后，因为是一个有怀表的大副，所以导致节奏上面是暂时还没续上。没错，
而且他们现在3台机都在同时修，每人去架住一台，这样的话一会儿密码机也不用担心不够。现在年检的话要赶紧快速击倒，不论是星源也好，还是说是气象，必须要赶不过快击倒。这波其实骗得非常好。没错，那过来的话，其实星源手上也只有一个护腕。是的，这个护腕先弹开，弹的这个位置应该是能刚好废掉这个第一个围笼，第二个围笼看能不能躲掉。但是跟过来的话就已经要倒了。没错，密码机现在也差不多快压好了，气象那边的话是8成。但是气象的话是近点的这一台。先让气象这边亮吧，让气象来救援会更好一点。大副那边的一个化险为夷先留着。但来得及亮吗？感觉有点极限吧。65，年姐这边直接过来拦了。主要是小一鸣这边位置有点尴尬，一旦要是说是大副往这边来进行救援的话，这个大门第一时间他还不敢贴。是的。先一个风吹走，想硬亮这台密码机，但是硬亮不了，只能叫大副过来了。大副把自己的密码机直接补亮之后过来进行救援，那星源肯定会过半。是的，这个速度。而且现在还没到椅子面前。没错，现在年前想要把气象直接击倒，不击倒了，直接回头守。回去守椅。密码机92，因为他已经是把气象逼离了那台密码机，现在还有一点要去跑图的机会。他在骗，他在钓鱼，他在等你气象过来碰这台密码机，我直接回头杀一个回马枪。但气象那边其实也没有说贴的特别近，对，一直在防，还是稍微给了点身位。而且这波的话，其实大副是成功的把化险为夷开出来了。没错，你这个密码机其实是有机会能开的。现在还是一样的。哦呦，这个围笼放得好，直接打了一个落地刀啊！这里还甚至能摊一下大副的伤害。而且大副的位置也是离得比较远一点的。对。密码机外边虽然说是剩了一个51的，那你现在大副非常危险，一旦说是这个围笼要能把你击倒，这个局面就走向一个4抓。是的。后跃，但是误判了自己的一个愿力值，或者说他想骗对方的一个怀表。哦，但这里的话过来，感觉气象那边自起可能还不是很够。没错。看一下走过去的话够不够吧？气象能起来吗？刚好起来。一个起来。外围的话，新燕市还在摸箱子。是的。那你不给密码机的压力的话，其实感觉也是比较难。哎呦，想抓到这个时机，直接打一个震慑。因为在这个时候，荡绳的交互是能直接打到震慑的。是的。而且这个区域的话是比较好打落地刀。没错，走个8字，能成功吗？差一点点时间，刚好钻过去。不过那边是已经有人贴上密码机了，年姐那边迅速回防。对，这里的话93，先打一刀，密码机这边准备强亮，手里还有一把枪。不过信软那边其实是一个上挂飞的状态，然后大副已经是没有绝处逢生了。对，感觉这把开门战还是有机会去争一个多抓的。他估计想要直接秒掉大副，但大副那边有个表，那你交表的话，我回头去找心念了呀。是的，一个直接被抽倒了。哦，这个枪没交出来啊！传送还在手啊，那我现在先把你这个星陨儿挂飞。是，你这个传送那边怎么都多抓了呀？只要能完成淘汰，他就可以直接传送去守另外的一边门。你小一鸣，你肯定不敢直接把这个门强行点开。但是小一鸣现在好像也是想拼了，就是拿自己去换掉大副。因为只要你传了过来之后，你只能先来解决他，然后大副这边我再去点一个大门，你也拦不住。是的，一个风硬拆，但再补上一个围笼就好了，一刀。只能说是尽量多逼一些愿力，然后让大副那边能走。没有绝处逢生来得及吗？我感觉来不及吧。感觉来不及。围笼我觉得设置有多大好像都来不及。主要他现在愿力其实不是特别够嘛。没错。想极限，这个围笼放的还失误了，所以应该过不去了。门已经开了，那只能回头去挂掉这个气象。那也这局也就是走向一个3抓。这局其实对于监管者也就还好，因为化险为夷，木偶师应该也会去携带。木偶师大副，新有人也要搭一个化险为夷吗？反正弓箭手肯定是不会去。这样的选点的话，那化险为夷是不是应该也会携带2个？然后木偶师这边可能也会多携带一个3个。3化险为夷。除了弓箭手，同样的位置也是直接先奔一个中场。不过这个点的话，应该是已经看到了赤红的位置了。想要直接进行追击啊！只要我击倒的快，那你外边密码机就肯定不够。赤红这边也是直接进入了一个板区，直接盖板，没给到抽刀机会。那接下来就是看这个围龙的互相博弈了。再补上2个剑，秘弩跟这边的一个主攻弓箭其实都交了。是的，不过这里的话，其实感觉身位没打到这一刀。那这里钻的位置成功废掉了一个围龙，手上这个秘弩其实现在也有好了。感觉刚刚跟钻那刀是他唯一的机会了。是的，这边一钻，其实在一个后撤吗？没有，可以先给1刀。哎呦，这里还荡了一下秋千。是。
也是应该是手滑了，不小心摁到了。那这不过也是能绕，拖到飞轮好，有一个更高的操作上限。没错，这里先插个眼，把点架住。是。星儿这边还没有摸出这个洋红玩偶，但是感觉击倒的其实节奏上面跟上一局差不多。是的，都是在3个半台左右已经击倒了。不过这把的话，幸运儿是多了一个机械玩偶，对，现在刚摸出来所以还是，比较好接受的。他这个机械玩偶现在等同于半台密码机，到时候还可以去补一下这个状态。看木偶是怎么样进行救援吧，能不能少丢一些状态？提前变身，防止监控者出刀，直接吃了一刀。成功救援下来之后，让自己的队友直接带走吧。要带走吗？想原地进行牵制。不过赤红这边其实还是有机会可以牵制的，是，因为他现在的一个手持物以及飞轮都还在手。那如果没有选择带走木偶师，可能要跑得远一点去破一台新机了。一个后撤钻过来，加一个飞轮，是的，这里一钻其实就被眩晕了。是的。那这个围龙就被废掉了，那其实这波牵制我觉得还是挺赚的。很赚。哇，这里刀的话还是没还是没拿到，拿到，那你钻过来又往前的话晕撕裂度要满了呀。是，那这围龙其实又废掉了，再一钻，不过也还好，本身就剩一个1/4的刀。但这个时间会牵制出来，其实差不多是2个化险为夷的时间了。而且你这个打法的话，其实相当于是外围2个人都已经贴上第4、第5台。对的，你是弥补了这个跑图的时间。外边的这个娃娃是压的，应该是99的那台密码机吧？哦，可能那娃娃的已经亮了。然后过来去找一下卡梦，不过卡梦也还好，因为他本身手上也是有一个香水。没错，香水直接放，再回头去应一个破译。对，始终还是得回来去守一下弓箭手。是，这里大副吃一刀就可以直接去找这个娃娃了，找娃娃把这状态补好。我还被砸了一个头，反手盖板很漂亮。现在的话就差3个半台。愿力值现在还能再放一个。放围龙之后，看这个围龙的一个博弈，躲掉弓箭。跟钻击倒后，密码机现在其实也就剩个半台多。但其实每一波下来，它都是牵制出来了足够的时间，对的，是够他们去运营的时间了。是。现在的话，大副那边状态马上就要调好了。这娃就一直用来是补状态的。想要再去找卡梦干扰一下密码机，其实对于真真9这个局面也是有机会去争一下多抓。因为外边现在大副呢，他也是有一个怀表的，然后辛雨儿现在我到时候如果说你针对是我队，我还能补上一个化险为夷。这里910下应该能看到辛雨儿吗？没看到吗？有点像没看到，好像没看到，应该是露了半个身子。对，但是好像没注意到。其实露出来衣服，他那个是白色的毛衣啊。那出去再去找别人的节奏。密码机其实现在也已经起了一台新了，你再找卡梦，即使你能击倒，其实外面密码机你也控不住。是的。现在的话，终于是回来找，但是外围的话，因为那台进度，我觉得等到他倒的时候，可能也是有大半台了。对的，卡梦我是觉得他露出来的有点早了，如果说能晚一点，自己再去补充个道具，开门战其实不容易被针对。这里再进一个后跃，这再钻围龙，这里能废掉吗？还是成功击倒？但是已经是安排无心提前贴过来了。没错。所以在救人的拦截上面机会会比较小。无心想救援这一次是不能用到这个怀表的，他这个怀表一定是要能省到开门战的。这汽油刀要贪吗？硬打2个汽油刀，再挂上椅子。这样的话开门战伏笔会比较少，但是也是清完之后密码机也差不多压好了，其实压好了，可能会选择一个硬开。想10场已经切了。是的，看一下这波博弈，你翻过去的话，那我就直接把这个密码机踹掉。这里不知道是不是个地下室，光后跃了，并没有放出了一个围龙，失误了。不过还好，其实他们是在河道的角落，还有一台幸运人的遗产。是的。那无心的话，只需要在这边卡着准备救木偶师就行。成功击倒，那后边应该就是个地下室，并没有选择去挂，想要再挂一个中场。但尽量的还是把自己的怀表省了吧。不然的话，来回这么打的话，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占优，因为幸运儿那边已经是没道具了，而且真人9这边是硬牵回来，想要去管到河道角落这台遗产。对的，而且目前的遗产只有79，其实有点不太够。幸运儿现在不能大胆出来，你要是被出来之后，那真人9其实会打他一个针对，打他针对之后，这局其实就能让他有机会去争了一个4抓。对面是直接把木偶师给他救了，
幸而由于没有道具，现在只能通过这个板去进行博弈了。飞掉了一个围龙，现在真九其实在等另外一个围龙封住这个板区，再一刀先击倒再说。自己传送现在还现在这个是个时长，还有个30秒。不过这个节奏的话，其实跟刚刚上一波差不多，就真人9还是会往那台密码机去牵，然后打你一个疲于奔命，一直干扰。但现在密码机能修到一个近90啊，其实还是有机会能压的。是的，而且开门战的话，因为它是少了一个传送，所以只要你开门战负责牵制的人尽量去多消耗一些愿力就好。对，想同样的打法再过去干扰，然后再踹一脚。那边的密码机其实现在也已经99了。吴昕刚刚离开的时候，先把密码机给他压好了再去的。这样的话就需要卡梦那边先撑一会儿。是的。但他是把吴昕那边也召回来了。他在找，他分辨不出来到底哪一个是卡梦了。现在终于分辨是哪个是卡梦，看能不能击倒。只要能击倒，这里就能完成一个淘汰。还得撑啊！这时间吴昕还没有贴到密码机，先抽一波刀。但是围龙掉了，只给了一个平地刀，那时间上面是差不多了。那击倒不了，密码机已经贴好了。而且这样打法的话，其实会有多一个人贴门。是，已经亮好，现在手上也是个时长，感觉多抓面是已经很少了。钻了过来。另外的这边篝火门好像是能硬点开的。对，篝火门那边因为是你提前多安排了人过去嘛，对，你不需要他去压密码机，甚至愿力值也不够啊，这愿力值只能放1次。那这个门就肯定能点开，大副然后通过自己的怀表硬走是地窖了。是的，那边的话也是一个木偶师，知道地窖的所在位置，吴昕是直接去跑，是炸点了，那愿力值来不及去拦，太够了。对，而且吴昕那边还有个怀表。这怀表其实硬阳硬走地窖，通过这个试炼员，其实你监管者拦不住。是的，而且前期的话，吴昕那边是一直省着这个表，是救了几次人都没有用。那最终的话也是完成了一个平局。甚至认为歌剧在这个阵容里边，他无法确定能保上一个多抓。那艾维在，其实他要选择起点附近。想要试一试起点是会抓到那种病患或者说气象这种角色，我能直接快速进行追击，让你上不了这个车。不过起点放的是一个野人。太古后这边是先利用14人进到鬼屋，把密码机先封一波，想把阿策直接赶走，拉一点身距，想试一试能不能找到阿策的机会，但应该只是借过一下吧，还是想找一下卡梦的位置。14人已经去3站了。对。这边直接利用一层云去往起点，可以再一附身，但是并没有想追击，就想试追一下阿策。但这里 CD 其实马上就要好了，只要不被抽到刀其实就行。对，而且侵蚀度上面的话，其实还是比较多的，那样的话直接有刀了。对，感觉这刀其实还是给的会有点早。绕一下，然后再准备上车。还好站台灯其实没关，但这个车。感觉坐脸不是很香啊，应该没有人过来帮他关这个站台灯吧？还是利用一下这个自己的层云，这车就上不了了，只能拉扯到鬼屋后。密码机其实现在也有点少，因为前期的话其实被干扰的还是比较多的，你像古董也是被赶了一波。是的。那现在这个牵制的话，其实基本上就是有闪现身位直接闪了，直接交闪。气象这边想击倒很快啊，而且他是因为是一个艾维局，你一个控场监管者，但是给到了这么快的一个击倒。密码机不够的，刚刚其实我是觉得可以上车的，而且14人是全程都在3站，对，是一个单本体的牵制。吴昕这边过来进行救援，其实压力也多少会有的。别人在救援这个角色的时候，他要博一下这个出刀了。是的，哎，直接是救下来了。而且是一个无伤救，是。其实刚刚侵蚀度也是叠的比较多了，想硬摊一下，由于在空地，这样就是很大一个命中率，能够摊到野人的一格状态。现在就2阶了，倒在赤红脸上，但赤红这边是一个病患，并没有办法进行 OB， 只能是倒远一点，看能不能让监护者浪费一些时间。密码机现在缺的太多啊，而且前期的话，古董伤那台会比较慢。节奏现在是不够的，还是需要再补一个化险为夷，或者说古董商过来看能不能拖一下节奏。因为你现在已经是2阶了，他只要落地，不论找病患还是找野人，他一定是能把对面给控制到的。
这两个人都是没有带飞轮的，所以这个移速他是拉不出来。再把伊森招回来，先进行一波手椅。变幻想过来进行救援，看一下这波，也是直接救了下来之后，没有想着帮我扛刀，因为扛刀没有意义。你气象现在也是已经没有道具了。其实你就算扛了，可能也是保不活。对。扛完之后，变换他还得需要找人去补一下状态，会浪费更多的节奏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还不如不救。密码机的话，现在也还差，其实有3台都是只有一些遗产的。没错。现在机子还是有点少，伊斯人出来去找，无论找到卡蒙也好，还是说是找到病患，他其实现在都可以直接附身去拿刀。感觉只有病患在前期是比较安心破译的。对。另外2个修的都会比较少。现在在等，沿着位置实在太危险。99，闪现过来，先完成击倒。密码机现在还需要再去补。是的。其实他们差的是鬼屋的那台跟2战的那台，因为3战是卡梦一开始已经压好的密码机，所以卡梦现在需要先去把3战那台亮了。这里甚至还是个地下室啊！这求生者想要过来进行救援，你肯定是没有办法保住自身能成功出去啊。是，现在的话差2战的那台鬼屋那台能开，对伊斯人过去了之后，其实那边就已经开掉了，所以他伊斯人是直接往2战的方向去。哎，真9是让古董商无伤进来。看这波能不能说操作一下吧。无伤救了，但野人这边 CD 并没有好，再等变换，变换再回头去补剩下那台密码机71的。但是那边伊斯人在啊，所以感觉修的其实也没那么舒服。先挂吧，挂上之后再考虑传过去。伊斯人不着急下身，等传过去之后拿变换的刀，再补上之后再拿一刀，那这样伊斯人其实就可以再利用再喷一次67。他们2个的话是已经在地下室的方向，是先互补状态。赤红这边也是直接拉开，不想让自己直接倒到遗产，也是摸满了。可能要直接喷了。如果再不喷，这位置就直接跑到一个终点了。哎呦，我喷空了，被变换直接躲掉。但是感觉如果是往这个方向牵制的话，会导致跟队友的跑点有一点点重叠。对，这样的话你不管去哪，其实真人9那边会直接做出反应。那这样节奏其实又回来了不少。因为你野人这边是在地下室，他又再一次被保活了。对，因为野人那边是调满的状态嘛，所以就有一个运营的空间。极简密码机也现在不敢走，卡蒙在这个位置给足了压力。正看这个机关枪能不能避免自己吃了这一刀。哎呦，回头一个点4没能打中，因为他刀的叛逆是先出来了。再拿一刀，这由于都带了2个是化险为夷。一旦落地了，基本上就是能锁定拿一刀。是的，主要野人那边可能撑不太到了，他们选择2个人在起点先去调状态。是，野人这边直接骑出，拖到那边2个人状态直接不好，但不能说是跳跃翻窗给个震慑，只能走个平地硬拖时间。真9这边一直在关注那2个人有没有长这个侵蚀度。是的，已经是调满了1个人的状态。是。这猪的 CD 马上就要到了呀！现在如果再不着急去破译那台密码机，野人马上就要倒地了。一个落地，那就被击倒了。无心，我记得好像是一个上挂淘汰啊。因为他在地下室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是挂了2次了。哦。再挂上之后，自己伊森人可以直接去往起点再干扰，先传过去。自己的2阶虽然说是用了，但想去干扰这个密码机，能强行开掉，好像是。所以真人9那边也是安排伊斯人先去往终点门靠，对，而且他们也是提前安排了病患去往终点那边。再拿一刀，密码机强行点亮。地窖的话是在鬼板的方向。是。虽说有飞轮，但监控者这边也有闪现，真9想要闪现直接击倒卡梦，先躲了一下棍子，但是这边是直接使用了飞轮。哎呦，回头又躲了一个机关枪。那这个牵制时间。叫4抓了呀！是的，可以先挂，挂上之后再利用自己伊斯人直接附身过去。变化这手上也没有道具，所以落地之后接着一个闪现，其实赤红他也就支撑不了多久，直接交闪。那这样也是直接能收获一个4抓，在第2局把这个积分现在也是捷达度的是翻了回来。
感觉这把加底牌，说不定能够在前期多压一点节奏，可能还是有一个争4抓的面。但是我说带挽留的话，等到你真的需要这个挽留，可能就场上人也会比较多。确实，而且这把年仅是要去争一个4的，因为第一局其实监控者就会有一点小上当，因为鬼屋这边就是一个火灾，气囊可以封住一下路。感觉这把有点想追救人位了。对。好，进入到比赛画面，上来是直接想要去找佣兵，对11进行追击。11这里是只能走到后边的墙区，打到了一个焰火，焰火标记还有干冰。标记了。哇，这上来打的是太准了。等下一次的双手惊起冷却了。护腕现在还并不想交，走到板区。但你这位置有点危险了，再不交很有可能近身就直接是给到一次标记了。还想再打预判，打到了，就会给1刀啊！是，再给到了一个粘土。这个上球速度是否哇，太又给到了一个快了呀？焰火，现在就差个干冰，手上还有2个护腕。而且这把是带张狂底牌的，是你前期这个节奏一给的话，张狂这个技能马上要响了，现在还有2秒，有可能张狂还没响，这个技能就能先使出来。哎，这里是少了一打出来点，但还有一次预判的结果，能打中吗？打中了，这里还能护腕现在也全都用光了，还能再拿一个状态。对，这密码机是能干扰一次鬼屋的。不过还好，他们这把密码机会比较快一点点，但是你挂过去的话，其实一脚时长下来可能也没差。等头越干净了，哎，这左侧的话好像是可以溜进去的吧？给年姐吓了一年跳，也发现了，是给年姐吓了一跳，以为你这边是成功堵住我了，我只能打这一下，哎，能过去，那就还好，还是补上了1脚时长。不过都差不太多，其实就算堵住了，年仅也是一个蓄力刀把这个气囊打掉，还是能成功挂上啊。感觉只是清理气囊的一个时间点会不太一样。多拖个5秒时间，现在打算先摊一个双倒，一个气囊，听到是在鬼屋后过来的，给到了一个粘土，再给了个干冰，现在就差个焰火，没能给上。哦呦，一个无伤，但是肯定会去摊火灾的一个状态，一个飞轮，但是还是有机会。然后再去找一下11，反正你现在已经是没有护腕了。对，现在就差个干冰，扬人之后再给到人伤害。现在已经2阶，所以不用再给人伤害了。自己的时长现在还有45秒，注意到3阵这边也是有人在破译，挂到一个桥上就可以过去进行追击了，逼他过来救人。空中飞人现在可以直接使用，不使。他怕对面求生者也是直接拉点，所以那边的话其实也是有一个飞行家的跳点。没错，这个化血梅1肯定还是要过来再补上一层红的，直接全程交了，这位置有点远吧？这个过来也要双倒。哎，这个有2阶的哦，但是没有能说是打到另外一层标记。看一下飞行家这边，哎呦，最后一个白球没上到，那就还行。让求生者这边喘了一口气。不过2个人过来救人的话，其实都是掉了一个状态，一会儿底牌感觉有机会续节奏。刚飞行家要是一旦双倒了，再补上1脚时长，这局面其实年仅也有个4抓面。现在再往回挂，飞行家现在由于没有双倒，他可以去找队友把这个状态补好，或者说是自己去摸一下道具，等自己的喷气背包使用完之后再过去捡。而且通缉到的其实是满状态的杂技。得利用双重惊喜去查一下这边的一个飞行家的位置。是的，不过年仅这边是已经察觉到了，有2名应该就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喷气背包，但这位置实在离得太近了。外面密码机现在已经起了一个4成，还差个干冰。那飞行家是没有回光返照的。对。这里有个地下室。杂技是在破译的，火灾调查员也没有带一个回光返照。假如说年仅现在要是能直接找到火灾调查员，这局面能锁定一个4啊，直接传送了。但是那边过来的路途非常遥远啊。对，现在的话是从鬼屋角过去的，救的会很慢。旗舰这边密码机是7成的，好像是。现在的话就看一下杂技，哎，打断了。那这样再往回收。能直接击倒吗？击倒之后再出去打个拦截，这个局面照样能让年仅有一个4抓的可能。
因为现在两个人都是一个半状态，同时也没有带一个回光返照，你亮了密码机也无所谓。也是知道两个人的话是刚救下来，对，所以两个人都还在对面岸。这个杂技的话，现在应该是没人能管他了。都有化险为夷啊！你这火灾掉成烟，刚刚在脸上也是交了个飞轮的。那双惊奇现在直接是这两个人都没有回光返照，只有杂技有。他直接找小叶明就行了。飞人过来，你能撑吗？给到个粘土，想直接击倒。现在一个气囊，小叶明现在就是想着直接把自己带到一个起点，我人救不救下来无所谓，我只要能倒在起点，那我这边的求生者队友就有可能能把中间门解开。停了，哎，也过来进行救援了。这么相信小叶明吗？小叶明在这个位置其实是很难撑住的。然后年景的话也是发现了密码机停滞了，所以想要赶回来守乙。有一说一，这样传送其实就容易拖出来了。而且这样的话，其实感觉更不好走一个。看年景这边一个处理速度了，再给标记。那边已经马上要贴到密码机了，会给到一个双色，密码机现在已经9成了。那这样的一个救援确实还行，因为小叶明那边是撑住。假如说小叶明那边地方一倒，他再回头一管，其实这局密码机谁也碰不了。是。这里的地窖其实也还在，所以他必须要去处理掉这个星焰，不能让星焰在这个位置一直牵制，或者说是不挂他。对，但现在的话，其实年景他手上是没有挽留的，对，可能能拖的一个时间也会比较久一点。而且杂技手上也还有个球，两边门都在贴，这局面就肯定是能走一个的，直接传送传到了一个起点。起点位置是伊森，伊森已经没有喷气背包了，给到了一个双色标记，再给个焰火，直接完成击倒。但是因为传送是已经交过了嘛，是的，所以那边已经是拦不太住了。这局面就是走向了一个平局了。那在第二局是 ACG 这边还回了一个7比2的积分。对，其实刚刚那波我觉得还是挺惊险的。是的，因为你如果选择那样子的一个打法，其实就是寄希望于小叶明那边一定能撑住。对，小叶明一旦要没撑住，这个密码机你谁也点不了，而且你这个人就算救下来了，也没有人说是能压那边的密码机。如果小叶明那边没撑住，然后救人的话被拦截没住。木头在弓箭手过来进行 OB 的情况下，他好像也有一定的反制效果呀。哦，选择墓地，想要1干扰2，把病患跟弓箭手全部干扰走。而且这个点的话，你可能上来我就先会在墓地那个长窗封一个夹，是的，可能后面墓地点位可以先去窗口先下布个夹子，然后再去中场。去到2层阁楼那边方向。是的，直接选择往2楼底。2楼底的话是星焰。是的。中场这个点位不太好。可以从右边走，然后去逼一下道具。你至少得逼一个迷烟炉吧？是的。然后再拐到左边去。回头还在看头大师会不会回到。这里其实星焰的身位会比较近了。对。先原地爬山，先等着这边一个撕裂值掉到0再说。再补上一件，因为有拉拉队员。但这里的话要被勾到有刀了，哎，还好，反应非常快。还好有个拉拉队员，如果没有拉拉队员，他刚刚这个弓箭是补不出来的。那还是得去等一个勾的。这里有点危险啊，你不敢翻这个板啊。再一勾，没能震断。哦呦，弓子空了。是。这里弓箭再补上一发。那前面那个窗口是有夹的。对，你敢翻过去的话就会吃夹。还是没能防到。这个位置的话，我再布上一个，以防止你再利用。是的。但其实前期的节奏已经是被拖了比较久了。没错。一个移形。移形过去。当闪现一样打。这钩子勾空被躲掉，有个飞轮啊，没能博弈成功。那其实整体的节奏也是比较偏平。是。这还有个逃脱大师呢，逃脱大师过来进行救援，其实就不怕被拦截了。第4的位置有点远，所以这位置还是得需要让11来救。有转移术真是方便，都不需要跑到里边了。迷烟炉再一放，等。这位置贴的有点近啊，一勾，这刀提前出了，然后打到了一个弓箭手的针对。会不会救的有点早？会，对吧？但是可能也是为了少一些风险。然后不要增加自己的一个淘汰进度条上面的压力。贴的太快了，我是觉得。
那这里先进行成功的救援之后，拖一下外边密码机节奏了。要刚挂上椅子，这外边挂的淘汰时间其实它还有个20多秒呢，我觉得会有点亏。不然的话，你可能密码机上面能够再补一点，因为你现在其实你一直挂在墓地这个附近的话，你又没有地下室，然后也干扰不到密码机，手椅上面也是很难去拦截。你像现在的话，病患直接交钩进来。但现在密码机的量其实还差一些，想成功救援，不能被勾到震慑。再博弈，入头出刀还是比较快的，你需要骗出来才行。年金想摊一个震慑，但是这个为什么要着急盖板呢？其实可以等啊。病患这个角色，其实他可以先去帮弓箭手扛一扛压呀。而且你倒了就倒了呗。对你倒了，其实也会给到弓箭手他有一定的牵制空间。至少我如果说是能逼出来一个移形，那也赚呢。就先不说倒不倒的问题，我觉得弓箭手那个是能进板的。对，就至少他能挤过那个板子，这不至于说被板子拦在外面恩断义绝了一下。不过想点好的，他那边也没倒。没错，你病患那边起码是没倒，那现在还要有半台机的拉扯，没有带回光返照，不知道年景会不会针对他这一点去打了，想要先去守一下密码机。年景想还是要去摊一下这个4的，23个楼这边是一个遗产是53的，先把先把这个上面密码机给它封住，可以先去把楼梯封一下。对，2个夹子，因为2楼密码机还是比较好守的。是，再回头去找了伊森，伊森因为刚刚被勾过，所以说是他会有一个爆点。再来找，这位置不太好躲呀，可以先那不行，踩板。可以先踩板。是的，然后再勾一波墙。3钩子先再全部交出，一勾了回来。病患那边是没有携带回光返照的。对，哇，这里想知道2个人在抢了，所以想要先过来把你们都赶走。不知道能不能抓到逃脱大师的机会。逃脱大师的话在脸上，他这个状态其实是非常危险的，勾到一下再交个平移刀，哎，钩子交空了。而且两边其实都已经是交了道具跑的。是。强攻者浪费了这一次的机会，所以说得等下一次的钩子好之后再一次进行追击。但是外围的话已经是新起了一台了，勾到之后再击倒，变换那边得过来去压这台密码机。他是还是变换这边来去压，去修了一台墓地的新机。2层阁楼距离实在是太近了，所以想让冒风险。但是刚刚是离得比较近，还是选择让病患把这个绝处逢生给他交出来了。是的，这里的转移术直接是把逃脱大师转移过来，让拉拉队员好进行救援。救下之后，拉拉队员不能受这个伤。但是拉拉队员那边花球前面是用来赶路了。小夜明是想要把他故意引到这个车道上。你如果说是打完这一刀呢，他就会被这个车直接碰撞嘛。撞晕之后会多拖一些时间。那前面这里翻不过去了。是。大师现在还得贴脸啊，但他没有道具。那也得硬救啊。对。他不能吃一个钩子震慑。这板子要不先踩了。这板子如果不踩，容易埋下伏笔，到时候救下来之后，两个人就可以直接依靠翻板拉开位置了。可以先追这个逃脱大师，因为逃脱大师现在手上是没有技能，被动也没有了。一个抽刀，没能抽到，再抽，还是没打到。是，这里一勾，只要能击倒了就行。击倒之后先去守门吗？上帝视角来说的话是够挂的。对，因为他本身压的密码机也是压的墓地方向的密码机嘛。还是想要先去守一下，再骗对方这边去贴门。但是伊森那边是没有绝处逢生的。是的，这里一勾，飞轮先躲掉，再交一勾。这个下板的话是被勾到的会。是。完成击倒之后，逃脱大师并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先起来，还有个8秒才能起还有个8秒，这边一个 CD 交勾就好了。是的，所以他是选择把病患往逃脱大师那边去挂，这样的话能够去争。但这边一个愤怒链爪的话，其实感觉是有点难走了。直接反走，坐车，这里坐上车其实就可以直接交回去了。是的，但这样的话其实要考虑要不要有人出来。但是年景这边是发现了小夜明，门这边的话也没开完，
那你如果是要回去守乙的话，那边可以撤退了呀。这场面现在也是有点乱。年轻现在是想要预判小夜明过来回头救人，所以说他想要用这个时间差去抓一个3抓。是的，但小夜明这边其实位置也是被找到架住了。找到了位置，这里一直给到一个减速，不敢翻这个板，再交钩，一直骗。翻不翻的话，其实这个位置一定是能打到，一定能勾到的。哦，但是他的话是快速的反应的一个飞轮，再加一个花球，对，所以导致刚刚并没有击倒。年轻现在可能还需要再回头去防一下人，那边能救下来。救下来之后还有一波拉扯，小夜明再躲钩，能躲掉吗？平一刀先完成击倒。但他其实拖的时间已经够了呀，够了。他是拖到你点完门，我还能救人。那边的门已经是要开了，还有7秒。现在再过去看的话，其实他们走的是一个墓地门。是。连续交钩，这样的话也是完成了一个平局。传送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用，因为刚刚门就已经点开了。是的，那想快速追击。那么这边飞轮肯定是要带的多一点的，因为2个角色你都是需要去防一防的。一个墓地外的位置。中场火灾的情况下的话，也会在拉点，因为监管者肯定会先去往一个中。好，进入到比赛画面，上来是直接去往了机械师那边的方向吗？先去往中场把这个路拦一下。遥控玩偶现在也是直接放了出来，想要直接借此能拉一下点。是的，不过这个玩偶看到了，看到了，那还行。这娃不能留，但你要打得完的话，赤红75可以先拉开点位了。这里娃还要处理吗？但是顺路的呀，可以顺路没留不处理吧？处理完之后就可以直接换抓了呀。对，处理完之后，其实我是不一定要去追机械师了。对，这里还要再追你吗？其实真的是可以直接去找这个阿策了，因为现在机械师你把它放在外也无所谓，他也修不动一会儿。一旦有队友受伤的话，他密码机就减慢了。而且这个点的话，其实等到机械师那边贴上密码机，差不多就有人要掉状态了。是的，慢慢跳下去，真人9现在也在吸一下墙壁。直接选择交气囊，然后往墓地去转。不过墓地里面还有一个囚徒，往回翻。哇，一个碎石没能炸到，但是有一刀。这里藤蔓其实还可以再铲一下距离。选择先把这个气囊给它清掉。对，很果断。啊，再看一看，看求生者这边有没有反绕。哎，有点稍微追丢了。那这里一追丢之后，看火灾能不能直接跑到一个假门的方向。密码机现在已经是快有一个进3台了，因为前期还是盖掉，耗费了点时间的。是，回头只能去找这个赤红。机械师，碎石这里炸到了一次。那这里开门的话，其实就马上会跟上下一刀。没错，这是在补。飞轮。他很想现在给他直接秒掉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节奏已经是非常差了。是的，而且这把的话，其实他是需要去进行一个保平的。没错。这里超远距离碎石是很难预判到的，车现在也还来了。假如说这个碎石要是直接用的话，其实就可以直接上车哦。不过是被炸倒了。不过这把的话，因为有个观众效应，外面还有个囚徒，其实密码机感觉是要够了。没错。2层楼密码机现在也是在破译，你敢出来直接找他人就可以无伤救。无伤已经无心现在是已经过来无伤救，选择先是把卡梦那边逼走。那你节奏上也只能接着去找这个机械师啊。无心要不要考虑摸个箱子呢？给个护腕，2次救援的时候让他下来能使用这个护腕进行牵制。终结之托还行，因为他赶完人之后，其实差不多也是一个化险为击倒的节奏。没错。并没有想，幽冥现在还是在破译。跑了过来，打算在卡着一个悬崖条比较极限的情况下，然后进行救援。这里补上一个市场，确保自己有一个平局。真九感觉是特别喜欢切时长的一位选手。是的，因为你这位置你是拉不开墓地点位的。这合适神域我就能直接先把密码机给踹一脚。看一下这波救援，压力有点大呀。砸不上这个刀速比较快，2次碎石。是的，着急救的话很有可能震慑。王博弈很稳。
但是这样的话，佣兵就得去帮一下这个机械师，因为他们这把是没有一个硬控 OB 位的，是第一而且很难去扛到这个密码机能够。现在就已经倒地了。现在藤蔓也还有个另外一个队友过来帮忙，过来想交电，是这个缠的没关系，打了一个蝴蝶结，但这个的话也是没办法直接倒地。这个地方的话是要硬翻的，硬换。如果说是你不翻，那监控者就会翻过去，他把机械师处理掉了，那一样的。而且你只有一个电嘛。是的，所以说你的一个 OB 的硬控性会比较少。没错。但现在其实差的密码机半台是在脸上的，你可能有点没有办法修。对。而且现在赤红的位置，其实真真9那边已经是直接藤蔓过来了。想让赤红这边过来进行救援，那我可以在这里，不行的话我就开个门呗，一会儿。手上现在有一个飞轮，但这个飞轮必须要撑。囚徒现在已经是过来了，想要救援之后，再利用这个电再拖延一下时间。外边密码机现在也已经在破1了，碎石只有利用飞轮给躲掉，有人再过来扛一刀，现在真的是有机会的。囚徒现在手上还有电，再帮忙卡窗户。但吴昕已经是倒地了。对，但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他可以先去找密码机，先守。就至少我能保证这个密码机先不开，然后慢慢再去打运营。而且你现在打下来的话，其实囚徒已经是没有一个绝处逢生了。没错，利用这时间再来一脚，赤红赶紧，而且都很残。回头挂一下吴昕，把吴昕挂回来。他还想击倒一下卡梦，卡梦这个点位有点难吧？一个碎石，还是想摊一摊。但是这个刀气确实有点就不太够啊。其实没多大必要，直接把这个佣兵他其实怕电。但缠个藤蔓其实也行啊。这样的话，机械师在外面先用头去撞一台密码机，没错。但是能够去破译的这个时间其实没有那么多，因为这把他们有点太残了，所以必须得去给一个红蝶亭的压力。是，真9其实现在没有办法接受了拖这么长时间呀。是的，这里的话还被火再弹了一下，只能回头了。 因为外围那台是少的密码机，脸上才是多的，而且他已经切了一个失常。对，在这样拉扯中，求生者3跑面就越来越大了。那就慢慢打吧。求生者那边先去调状态，因为真9他不敢离开这台密码机的。是的，赤红现在手上还握着一个护腕，刚从箱子里边摸出来的。手上道具现在。 火灾现在还有一个化险为夷，你同样不太好针对啊！你就算把囚徒击倒了，我记得好像是个1挂呀。主要是你开门战没有这个开门战的能力。是，都是带了一个回火返照的。机械师现在也是在运一个道具。但是脸上的话，其实佣兵是已经在附近了。是的。 就准备你密码机差不多的时候就可以准备救援了。那等着密码机压好，密码机压好，佣兵就直接弹过来可以进行救援。但真9是需要抢节奏啊，我觉得他可能有点。他这样节奏去拖下去，肯定是他这个3跑，有点松弛了。被无伤救了，现在卡梦就准备抓着一个时机，直接让队友亮了之后，让吴昕直接去贴门。 真9现在没有办法，只能先开门，利用这个藤蔓才能缠住。还有一个护腕呀，而且你藤蔓的距离其实你抓不到，抓不到这个佣兵。是，你只要抓他的话，那边的一个墓地门也会去有人在这一点。感觉真9到现在已经是有点急了。对，他现在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个场景，让自己能完成一个平局。那现在其实很难平了。而且你回头的话，其实2个人跟你打拉扯，你一会儿。 搞不好还4跑了。这藤蔓缠了半天，现在你发现是佣兵，但是你也抓不了他，只能回头再去找这个囚徒。囚徒虽说在脸上，但地窖可就在墓地啊。再找囚徒，保持一个很远身距，藤蔓根本就缠不住。你找他，那佣兵就直接走门了。是的，主要你处理囚徒这边现在都还没处理完。是，这想硬吸一个能量，但是没用好。 那这样的话，囚徒好像也拦不住了，囚徒直接直奔地窖了。佣兵那边也是马上要就出门了，地窖门已经开了，卡梦是直接跳了地窖，完成了4跑。那这样的话也是可以恭喜 G2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。那今天其实这个版本不太够用，对。但是这些角色的话呢，如果你真的要带化险，我觉得又不能舍弃没错，牵制。对，可能更多还是摆在。
那个大负荷先知上面吧，要么就是咒术，但是先知的可能性更高，因为我觉得他自保能力来说会比咒术要好一点。对的，让结石给单独起来。对，就比较常规的放在大房，那这样对于监管来讲，其实目标比较明确了。大房这个人可能是比较害怕被追击的，所以我选在上面或者右边的话，都会贴身位比较近。没错，那看一下这一把的话，宠爱带什么天赋吧，会不会带时长啊之类的？因为毕竟这一局修得很好。那七绝的话不出意外肯定是找结石的，但这边接傀儡放的位置可能会被提前找到啊。往右一看就可以了。哦，看到脚印了，这边刚好自己挪了一下，并且是翻窗之后，所以说导致不好去解决掉。那先去追结石，这边一个尾龙照过来，尽可能在这个半区去持刀，这样子的话不会被造回去，对吧？这样的话还是能拉开自己跟傀儡的一个位置。对的，第二手尾龙好了，那前面的话也是卡一下交互点。其实比较难去牵制啊，因为这边还是空地比较多，这边也是刚好有先知嘛，所以说给到一鸟去多活一个尾龙。这里的话，宠爱他那个愿力是有点跟不上的。对的，所以说还是要再拖一个尾龙的时间。对。机械的话，它飞轮是可以好的，看一下能不能操作一下，先躲一刀。但是还是来不及钻，就尽可能导远了。但这一局的话是直接让猫猫这边提前过来去 OB 了。哇，感觉这一把打的是非常激进的。就以往来说，我们在比赛上面看到大家都比较偏稳嘛，可能说在化险为夷交了之后，我再进行 OB。但现在的话是直接让咒术师来上班，这样子的话有一定的风险在的。他们也是觉得机械的一次牵制已经耗掉了比较多的一个愿力。对，那这边看一下围龙消耗一下，如果说围龙交了，其实对于咒术师来说就没什么压力了，就管不住我了，有点。你给我给一刀的话，那就是给我攒了个喉。对，完全没压力。是的。这边甚至说你现在交围龙去解决我，给我一刀也没关系的。这边的话，看下前面近板，我觉得对宠爱来说的话，现在比较急的是他失场根本没有时间去用。对的。这边连人都挂不上的话，你就没有时间去释放自己的技能。没错，围龙罩住，但这边把围龙拆掉了。其实对于求生来说，可以刚好卡住你挂人的一个位置，再给一猴，再垫下来，对，然后再交围龙，又耗了一个笼子。那这样手里又是没有愿力，猫猫还是可以在这边跟。这样子就循环起来了。我觉得其实对于监管来说，要尽可能先解决掉咒术会更好一些。但主要手里愿力不够的情况下，加上技能也不是一个击倒技能啊，所以说对于这个咒术真的很难处理。是的，就刚刚你得提前去解决，就完全不管结石了，因为你现在的话就处于一个被动的一个状态了。手上围龙好了。但我觉得以现在密码机进度来讲，他们也不需要保了。对的，已经够了，已经够了，4台多了，将近5台的一个进度了。就这一局，甚至说，唯一危险的点在于说脸上这台密码机会被踹，对吧？对宠爱来说也是要去踹这个密码机，然后保证一下自己的一个节奏点了，不然的话就太伤了。一个月龙过来，但能看到密码机总体的进度还是4台多了。对，还是很难管住，因为你时常交的时候，其实这个时候我是有关中效应在的，我的密码机破译进度不会慢。这边看一下，大副这边还是一个无伤救啊。对。下去给大副一刀，很想打大副的一个状态啊，但打到以后的话，离机械师一个位置会比较远啊。机械已经拉到了大副，他是直接想换掉吗？还是观察了一下这个？有在犹豫要换，感觉，因为不换的话，其实再去挂机械师密码机肯定能够。对，然后就压满救一次肯定够了，大家都是带了回光返照的。这边的话也是往这边大房角落去倒，再给倒直接击倒。倒在一个比较角落的位置，等你挂上之后的话，其实密码机就真的差不多了，而且你的时长刚用，这个位置是完全管不住了，而且机械傀儡还有非常充足的电量，给到耳鸣的一个干扰。那这边的话，梦露也是赶过来救援。对于宠爱来说，想去管密码机，但这个中间时间差好像来不太及。怀表一交，密码机一个93的进度。对，而且自己手里的技能还没有好。是的。这样的话就彻底把机械给放出了去了，然后机械可以找娃娃去补充一下状态，他们也是有时间再去重新开一台的。这边就让李宝先用道具牵制住监管，但这边摇表一瞬间，对，非常精准吧这个月龙，因为毕竟看得到，其实大副想利用这个高低差嘛。是的，把自己的第2脚市场给拖出来了，再踹一脚。
现在的话就看能不能找到结石了，或者说把大副挂了之后再去找结石也行。就机械师是不太可能再出现的，对，就算修密码机也不会安排他去进行这个抢机的一个行动啊。没错，就现在整个节奏很被动，就你基本上是得找求生者一波失误的机会，才能把这个局势给逆转一下。然后愿力值的话，现在是非常充足的。对，但梦露在2楼已经是重新开了一台，进度也已经到1半了。没错，也是给到一刀，但外围另外一边宙斯状态不好，也可以赶过来救人。啊，这边结石甚至还可以摸自己啊。对，刚刚就已经有治疗过队友了。反正现在的一个破译的任务是不用让他来做的。对的。那这里梦露其实也是坚持了比较久的一个时间，另外一边人早就已经扯下来了。啊，马吉在持续给到压力，这边猫猫的话，其实宙斯也不好追，手上还有飞轮。他是一个马上3层后的一个状态。对的。只是这2台密码机稍微近了一点啊，不过因为进度都比较多，这边直接交了一个3层，没有任何办法。那这个笼子也是直接结束了。给一刀呗，就消耗你愿意值嘛。对，就你这边管我的话，那你2楼那边密码机就管不住了。是的。对吧？你现在走过来，只能去硬追我宙斯。甚至说我开门战的话，你只要击倒我的话，我的愿力我的这个肉项比较多。对，我开门战是最有牵制你的一个说法的。外围你看得到右边的道具栏啊，大副这边道具也消耗干净了，消耗干净了。而且这里已经牵制到梦露那边把密码机压好，能看到机械师的一个傀儡已经贴好门了。对的。所以说这边2个门同时点，脸上这个人还没有解决掉，他甚至都没有挂过这个咒术师。对，甚至是1挂。对。这样子，这边其实他拖一会儿可以冲门试一下，对的。只要这个围龙躲掉了，基本上愿力值就不够了。看一下这边所有飞轮交出来，再躲一刀。哎呦，可惜，这边门点开了，但没有办法冲门。另外一边3个人在门口。对。其实没太大说法，因为这局本身阵容上面选择，我就觉得非常克制到跛脚羊。对。啊，从来这边也是迎难而上去选择跛脚羊嘛。那这样子的话也是提前拿下了一手3跑啊，基本上说我要去陪跑保活的一个情况更多，让你牵制的更久。是，可能就是你没倒地之前的话，可能就需要队友来去。前面2个人都是你不太好追的角色嘛。是啊，大副这边的话尽量摆在右手的位置，也是不让你前期有一个很好去消耗道具的一个机会。看一下起追。毕竟单化显微的幸运儿的话有点压力，但这里的话，脸上的弓箭手其实也很香，因为我带的是兴奋。对，笃定你肯定不会找我，对吧？我那个点位你再找我的话，可能我都不知道跑去哪了。啊，这边找到弓箭手，尾龙的话应该加入交互点，但但一个后车弩的话是给到一刀失误啊。主要是你释放的一个瞬间，佩佩这边跟过来一个速度还是更快了，那现在就比较危险了。没错，还抽到了一刀，那一会儿只要这个兴奋好了，那我可以等你的撕裂值结束了之后再交围龙。这边的话，后车弩跟龙骨弓都进入 CD， 再交个围龙过来，后车弩再被迫交出，但这个位置距离不够。这边跟上好像直接倒了，连技能都没有交。因为你的后车弩是要配合龙骨弓的。对。但如果说你后车弩进不到交互点的话，你龙骨弓的 CD 没好，那你飞轮也没好，这肯定是没办法被击倒了，没办法让这撕裂值达到一个眩晕的效果。对，而且本身它的点位的话也没有什么板区，让它可以去拖出来这样的一个 CD 时间。那这样也是，直接是看到了，其实这边那个位置是来了一个逼救。没错，但好在其实这边还是可以进行一波周旋，拆掉这个围龙，都猜到，再进行一波无伤救，非常的赚。不过还是因为你第一波没有逼出来技能啊，所以说以弓箭手的道具来讲的话，不太好进行一个牵制。是。这边的话应该也就是想先导远一点点，先看这个化险为的时间嘛，因为毕竟你的战术安排还是要去实行的才行的，就觉得倒地倒哪里啊，然后我该怎么去救你啊之类的。但下一波以这样的一个密码机进度，我觉得还是尽量要活出化险为时间以后再去拖一会儿，多牵制一会儿。对。但这里是能挂到果冻的一个密码机脸上的，对的。那这样骑士的一个破译会难受一点，而且一下影响2个人，大房里还有一个，2个人可能现在都是一个被调动的状态，密码机会慢很多。对，只有1个人在修。是，我可以站在这边，然后去守乙。龙。给一刀，但是没有罩住小明的位置，看一下，给一刀救下。这边的话，感觉就得让小天自己去牵制了，因为现在手上有飞轮，又有龙骨弓，但是单龙骨弓没有后车弩的配合的话，其实
有难度啊，只能这么说。而且现在本来你在一个化险为之内啊，所以说佩佩并不是特别的着急。转过来，手上有飞轮，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板博抽刀。 飞轮捏得很稳，飞轮躲一刀进板，那这样子第一个围龙化掉。是的，还有下一个笼子看一下怎么样处理。对的，那这样子的话要打一个直接亮兴奋，那没办法。还行，就把技能逼出来了，这样起码是保证了这个局势没有至于说那么的劣势。对，如果说这波没有逼出来技能的话，那佩佩后面无论是切一个传送还是怎样的一个技能，其他人是不太好顶的。对。也是给队友拖出来一个调状态的时间。 没错，那这样子反手过来，再去看密码机附近没有看到人，选择要去找外围的小明的点位了。对，现在对于佩佩来讲的话，时间比较充裕，因为外面还差一整台密码机。对然后这边我觉得其实佩佩现在的思路一定要是以消耗道具为主，对吧？我现在就是交个围龙过来去改你大副的一个道具，然后再回头，我觉得最好不要追，你外围是一定差密码机的，这时候你去追大副反而是让外面有很好的破译空间。 想抓这边的一个道具真空器，确实怀表是进入到冷却了。不过其实我觉得他稍微拖一会儿的话，下一个表肯定可以续出来的。对的。然后这边有个机械傀儡，如果说你真的要去换追的话，机械傀儡能补状态。一个月龙过来，哦呦，一个砸板，一个砸头。那这样还省下了，不愧是刚刚那样的一个数据面板。监管数据面板的巨人位吗？是的。这反应非常快啊。对。 那这样是有点确实拖慢佩佩他的一个节奏了。是的，现在半天下来，对吧？只打掉了一个状态跟道具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小虎东一个飞轮失误是给到一刀。那这样我觉得佩佩他会清晰你的天赋携带了飞轮交过了，化险为也交过了，你是没有回光返照的。看能不能抓住这个点去突破一下。以及这台机的话，现在半状态的人都在脸上，是不太好给压力的。没错。然后这边的话也可以积攒一下自己的愿力值，不着急。是。 感觉他现在就是比较想去针对一下这个骑士了，还是被这个，因为这个密码机进度比较多，他不太敢放出来这台密码机，而且耳鸣一直在嘛，487现在也是过来了，得过来，他是得主动过来，他得把骑士给换出去，交枪。 这边的话，兴奋也不舍得交出兴奋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其实你就少了一个开门战的技能。那你就得再多拖了，就这台密码机更不能让他们尽快的给修开了。对，当时最好的反应是兴奋同时交出香水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其实佩佩压力非常大。那这样的话，可能还要再去周旋一会儿。对，因为这台密码机92也不是一刀就能开掉的，然后大家都是一个残状态。得调状态，只能说幸儿这波过来是把2个人换出去。是的，不然外围的话可以调波状态，看一下这边佩佩找人能不能找到了。 小明跟果冻那边应该是快要去碰头的一个状态啊，但是好像这其实中间有真空期挺久的时间是没有，就大家什么都没干，也没有调状态，也没有先开机子，就这个感觉还是挺亏损挺大的。对，487那边摸了针倒是可以自己调，但是你另外两个人现在开始摸的话，那佩佩的技能就拖出来了。对的，佩佩也在找机会嘛，他要么就找一波守密码机的机会，然后可以底牌劫时长，要么就打一波救人上面的疲于奔命。但如果说继续排不到人的话，其实反而是让求生方这边是把状态给调回来了。这里耳鸣是有的，但是并没有找到487的位置，487这边是在地下室去。他刚刚在楼上，现在又在楼下。对，这边那个地形很复杂的情况下呢，佩佩又确实放不开那台密码机。对的，那这样就属于一个挂机的一个状态了，因为毕竟你现在愿力值是满的，对吧？然后技能也快好了，如果说还没有找到人的话，就约等于说现在赚的时间都是求生赚的。对，他们在一直补充状态跟道具啊。那487这边的话也是摸了一个怀表，他的针是压好的，一会儿压好了有怀表，再加上他的一个香水。没错，然后也是时刻的去注意到这边的一个密码机，但其实并没有3连给到佩佩很大的。对，就是位置差得很远啊，是一个大三角形，一个人占一台。487这边又在勾引你了，其实他是满状态的。他是故意出来的。对，他手里道具是最好前置的那个人。香水没有交出来也没关系，这边给一刀，只要拉开就行，让这边有一个补92密码机的机会。其实佩佩真的不敢再去深追第2刀。对，那这样子摸上密码机的话，基本上交围龙过来是能开的。是，而且小明手里有怀表，你不好开门战直接把他秒掉。已经要去安排一下点门的一个铺排了。
果冻那边已经开始拉走了，现在看起来是不太需要再去另开一台。不过佩佩这边又去找想去找刚刚的果冻骑士，对，因为刚刚可能也看到这边有密码机在抖啊，他就想起来他没有红光返照这个点了。要针对的话，想起来吗？就现在想一想，我现在追骑士是最好的吧？对，先闪。幸运儿他道具那么多，大副手里有表。对，现在的话阅历值非常充足，这边2个围龙过来是能直接到门口的。对，看一下，再交个围龙到脸上。不过因为有表的情况下，我觉得也就逼一逼，还是先把骑士给挂上。不太好管得到。对。第二段没摇到，一个跃龙过来，看一下能不能隔墙来第3段的一个摇表。哎呦，好灵巧也没有摇到。不过他的身位控制的特别好，这个围龙都已经消失了，耗掉这边还躲到了，还在躲，骑士都已经起来了。哇，这波真的是拖了很长的时间啊！监管数据的救人位吗？对，不愧是监管型的，他追着监管打。确实，这一波对于地形的理解是非常的透彻的。对，这个。真的是让佩佩这边的一些围龙就看似放了，但其实是让小明这边更灵活的钻来钻去了。我感觉他们好像还有一些别的想法，因为大副那边的门其实是有一定进度的，这边看能不能拦住果冻。但是骑士还是可以去解决的，还是有解决空在的吧。但这边没有回光返照，爬行速度非常慢的。对，这样子的话把人再牵回来，但另外一边其实也能救下来。对，有人救下来，但现在可以通过挽留去打，但问题在于说。你这边一个头盔，对吧？加上我这边香水，加上怀表，飞轮怀表的话，我觉得大副可能就参与不太了这个环节了，就看487跟果冻有风险。对，只能说我为了争这个3跑的话，甚至说会搭进去一个3抓。怎么说？看一下。但主要其实一挂，而且我觉得以487的位置，他现在也不太好去退了。所以说可能2个人要过来一下，看看能不能争出来这个3跑。真有可能的，因为我讲开门战，它是有很大的机会点。它围龙只要阅历值足够的情况下，它是可以去做到快速解决掉2个人的机会的。现在技能的话，其实还有30多秒，对于监管来说拖得久的话，其实也能接受。主要还是只要他愿力满的话就可以，但是他不能让这边直接无伤救2个人下来。对，感觉应该是放弃了，应该是要走门了。只要佩佩不离开这个椅子，离开了椅子，那看这边要回去，感觉要救下来了呀！这就是一个无伤救，而且你身位很远啊，你这个笼子不一定能，这个笼子能准确的照到求生吗？能照到吗？没有，照到了，照到是照到了骑士，对，这边头盔交掉，先闪，现在交了飞轮，但这边还在一个围龙内，哎呀，那没办法了。对，那这样子基本上是没太多说法了。是的。因为这边自己也交过了嘛，转过来有个香水，香水硬拆一下，对，拆掉。其实这边也是挂飞的一个状态，所以说就没有操作的空间了。他们也知道，就如果说我这波手椅上面我救人不是一个满状态救下来的话，然后有高低差的位置就给到果冻的飞行家。这样的话也方便他再去多带一个化险为夷，后面有一个2救的机会。可能牵制的压力还是会给到小门跟破船中间2个人挑一个去选，看一下自己的一个技能怎么带。那个区域就担心说双十一那个点位会被，那是冲着487的空军去了，就直接找。但这样子会不会说兴奋没好？对。等你兴奋没好的时候，可能就吃枪了。对，然后后面这个兴奋就不太好用出来一个效果。不过第一波双重惊喜是直接上到了2颗标记了。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嘛，双十一这个单通道还是比较好去上这个双重惊喜的。是。选在这里的话，肯定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在的。看一下这边再绕过来，等下一个双惊喜的话，其实487这边可以交枪了，但同样兴奋是没有好的。一个双惊喜想去预测一下位置，还在躲这个信号枪。对。因为毕竟兴奋没好嘛。对你现在是怕的呀，那现在这边2个人僵持住了，这边就直接贴脸交，但因为兴奋好了，对，直接叠上，你现在不太敢，刚刚直接翻这个，哎呦，还是翻这个窗，主要是这波是有个很巧的点，在于回身吃了一个惊吓表技，是再过来把这个惊吓表技吃了，以及说他刚刚正好双重惊喜 CD 好了，对的。主要是张狂也好了嘛，其实当时如果说空中飞人在衔接上也是要倒地那个位置，所以说还是没办法牵制。
看一下，果冻已经是提前蹲下了，这波通缉到了杂技。没错，哦，杂技那边也是往这边靠了一下，帮果冻去有一个分摊点压力嘛。对对对，不然被拦的话比较难受啊。一个高分，高分过来，双进行交，扭一刀直接救，那这样子双倒就不太好摊了。还要选择摊吗？手上没有移形的，这波摊的话可能就追不上距离了。对对对，还是去找一下空圈，毕竟他没有红圈。那空军的话，手上还有个飞轮，就看这个飞轮能不能去规避掉这个双惊喜，然后多活出这个化解围的时间了。空飞人过来，先去用红，很细节，先用红汤去烫掉你的一个飞轮，不可能用出来啊！我再教这个绕场谢幕，没错。哦，那这一波还通缉到了小明啊！哇，这个通缉非常精准。对。而且现在是属于一个2级状态，那这一波通缉的话，就有一个摊双倒的机会了。因为空中飞人这边可以是绕过这个小船的，看一下没有选择交，这边等你交互腕，贴脸给上一个球，再上一个。刚刚双重间隙，小明都躲掉了，所以说还是想打这个双倒啊。想打。哎，走位躲了一下，哎，又躲了。那给到487这边拉开了很远很远的身位。对的。好，空中飞人赶过来。主要身上也没有标记，可以进到小木屋再去做一些牵制。手里的飞轮也还在嘛，看一下这波有没有机会去交出来。看一下，差一个粘土。也不着急，两边都互相博弈，这边不能进入交互，因为但凡进入交互的话就，哎呦。哦，还是飞轮交的早了一点。对对对，因为这边双星持续时间已经快接近尾声了，所以说这边抬手的话就默认是你要出刀嘛。但是刚好是一个抬手直接就骗出来了。那看一下的话，外面密码机差的还是比较多的，差1台半。这里找到了果冻的飞行家，应该是看到脚印了。没错。还是想蹲一下，不过这个脚印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。明显吧？这不会找？这还真找不到了。其实刚刚真的挺明显的，他就一定会在那个平地，不太可能一瞬间就到2楼的一个位置来。对呀。到2楼的话，那他就不是交了吗？对，刚刚就有人交了呀。他应该就是蹲在这堵墙后面了啊！现在看到了，这样子多牵制了20秒啊，差不多。是，就找了一圈回来。因为刚如果还砸了一个头，那将外围2台密码机在修，直接选择一个传送落地找大门这边的杂技演员。对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把人击倒压在这儿，因为这儿如果说压住1场的话，是没有什么2流机会的。有没有交非常早？这边是预判了一个空中飞人的一个落点，但其实并没有选择交啊。对，所以说直接上到了2波球。哦，那这样有点危险啊。对，看一下自己手上的球。要倒了。那他要被挂在这个地方，我觉得这台机就要不了了。求生得海边马上兴起一台。这边喧嚣的一个红汤用的太好了。是，就基本上每次他都不想让对方交技能的时候交不出来。看一下，好在求生这边反应是比较快的，海边兴起的密码机跟传下也差不多的一个进度了。但有个好处吧，就在这局暴露了是什么点？暴露你的这个底牌加上张狂的一个天赋。没有挽留。对的，那也是给到求生方这边比较好去打一个看门战的运营。对，不过就是现在小明被逼到了很远的一个位置啊，现在想救人也。我觉得那大不了你就追呗，你追只要追入到我这边的话，我直接去往小门带，我去点门，我让飞行家这边去大门救人不就好了？对吧？我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去我救这波人。看一下，他们是选择先救人，再去压密码机。那这样子的话就很考验佣兵他一个单人牵制的时间了。对，得拖到那边人扯下来，再至少有一个人回到那台密码机才可以啊。一个护弹走，但是这边双重惊喜还有3秒的一个 CD 直接翻窗。前面一个盲视野的双重惊喜怎么交？看一下，有一个翻窗了，怎么说？卡住我躲掉了啊！但这边还是吃到一刀。对，那这样应该来不太及去压好那台密码机，因为离得太远了，在海边那个位置有一个守佣兵的机会，而且佣兵刚刚牵制的时候把道具全都用光了。这样子反而是感觉给到佩佩一点机会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门离得远了，而且传送他也拖出来了。对，然后手上的话。技能也那个求生方这边道具也交的挺多的。是，像佣兵现在已经比较白板了。这边得秒救，就连给你打半状态都不给打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这边没有回环反招，直接通电了。果冻这边的话，
等你把自己的交完背包。道具也是交过。哎，飞飞轮，掉，这波很关键。是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可以多活一个双重惊喜的时间。对你再打他的话，他也只是一个半状态。就在这个地方没有出去了。对，因为可能还是想着说挂的久一点吧，但是手上有传送。哦，门的话也确实来不及，因为刚刚有一个压的密码机是海边啊。对的，那现在所以说很远嘛。对对对。直接传，根本没办法。哦，佣兵的话确实没有道具。感觉这一把对于全方来说会有点难了。对，因为你刚刚那个位置救下来的话，离小门也很远。对的，这边有粘土上到一颗，还有个双人惊喜。哎，刚好进入 CD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最后一个爆弹红球，好像绕场谢幕是交过。那边的人的话刚救下来，这边还在博弈，看这边能扭多久了。这里没办法了，因为双人惊喜好了。然后也是想去，因为你倒地时间比较挂的比较久嘛，所以说我就不着急挂。对，而且小明的话也在往大船里面去倒，让你挂的时间久一点点。这边我看一下，两个人都往小门跑，但主要还没贴到。对，主要是喧嚣有个点在于说他能排人。是的，对吧？知道你大概的方向。我到中场，我只要往大门这边丢个双重惊喜，没有人，那代表人都在小房。这个门的一个进度应该是有点来不及了。对，来不及管。这样的话，而且佣兵这边也不是挂飞啊，你这样的一个排点也不太敢贸然我就直接冲着这个方向就去了。是的，是的。这一波后面大家牵制的一个事件还是非常关键的，无论是小明还是果冻他的一个飞行家。来看一下吧，小丑确实打这个阵容，我觉得能打。对。能打。起码说我在这个阵容的上面，我是能找到你像桃大师以及好像就是找桃大师。对，先找他。对，首先有他我就保平了呀，就兜住了保平的底。小丑其实真的很克制大部分的一个救人，会捡零件嘛。小王后门，然后去把小王这个点位先去赶出去。对，让杂技不敢那么快的破译情况下，我觉得以知你是小丑逃脱大师，应该也不会修得很踏实。然后你这样是先来到小木的方向捡一下自己的零件，把猫猫给赶走，以及大船上的梦露他也没法修，得跑到海边。不过海边这个位置也会比较危险一些的，其实。对。但是到双11的话，这个长窗其实对于杂技来说还是比较好去卡句子的。对，船员的目标应该不太会聚焦在杂技跟空军身上。也找到海边梦露这个位置，这个点其实不太好去牵制的。双板已经下好了，但这个双板其实并没有很大的作用性啊，选择直接交高喷回到大船。对，因为你一直在海边的话，是一个劣势的博弈啊。对的，但大船，哎呦，他又回来了。他觉得是这边拉锯进了1楼甲板吗？但是他上2楼的楼梯还蛮明显的吧？没办法，被迫交这个背包了，这背包而且还卡不了锯子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单窗的一个博弈，哇，这边很惊险，感觉两边一直来来回回，这边手上有闪现的，刚刚没选择交出来啊。那这样的话，应该是想着骗飞轮之类的，然后这边再绕一圈回来，你没有交飞轮，那我就这样闪你了。背包也没用，对，3个道具全部交完。这击倒时间还是很快的。如果说刚刚不是省闪的话，你击倒时间更快。对他刚刚是想去骗你有没有带飞轮，对，不确定你的天赋携带嘛。是，这边宠爱还是非常细节的。那我觉得这样也是赚的，因为你这样把飞行家所有道具耗完，他下来不可能有任何的2流空间了。没错。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嘛，就可能1-6时间非常影响这个对决，因为首先大家道具都可以消耗，对吧？但这局是张狂满流，所以说没有底牌打中后期，只能去打状态去控中后期。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救人怎么样博弈了，已经看到给到1刀，直接救下。是给到了逃脱大师这个状态的。梦露这边没有什么牵制的空间，基本上就带走就可以了。对的。先回到一个船上。再跳下去可以断一句，外面的密码其实加起来的话，现在快到了一个3台的进度。对，毕竟图会比较大嘛。如果想要过来救援或者砍人的话，你要提前撒手贴过来才行。是。那猫猫直接上了2楼，我觉得对于宠爱来讲，他应该也是已经看到了，并且有一个通缉在。直接换到2楼，然后这边看能不能去断一下句子吧。红球交了，有点奢侈，感觉这个红球交的还是很早。给一刀，
还是能稳定的把这个化解给套上的，只是自己可能会双倒。CD 的话反得非常快嘛，两个人直接分开走了。对的。密码机现在完全处于一个不够的状态啊，而且重要条全部打下来了。对，陶大师那边在摸啊，所以说刚刚的一波救援，密码机没有动特别多。那这样等挂上之后，船上那台密码机还是会比较安全的。然后两个人想抢一下中场那台，不过进度实在差的比较多，才60多的一个进度。对的。所以说还是提前撒手了。主要是船上这一台的话，你虽然说安全，但是你红球交了呀。对。所以说这一波对于猫猫来说，要自己平地去卡到这个句子还是有点难度的。得提前。但是下来了。没用了，就倒了。对。想去抢这个时间翻这个底下，但是还是可惜。主要感觉对大家在船上的时候都没有太判断准确小楚的一个位置，就已经有所行动了。所以说，知道他唯一卡句子的地方可能就只有这个位置了。然后1楼被抓到的话，只有这个位置能去卡掉了。但毕竟是2阶距嘛，移速还是非常快的，所以说还是没有去做到这一点。那现在的话，外围还差一整台，对于崇爱来说，现在就是忙着去外围打这个状态条的机会了。而且手里有闪的情况下，外面被打到一刀，这个人就不好救了。神队这边是有枪，飞轮来回去搏一下，飞轮顶掉，那这样子还是延缓了一下这个节奏点，看一下，压迫一下走位，直接交枪。哎呦，但是是一个怎么说，抬锯的一瞬间打到了他。对，换状态枪，那。怎么说？现在大家残状态都比较多，而且电锯还有3个，其实非常充足啊。完全宠爱这边很多机会控场啊。而且神坠他飞轮跟枪都交掉了。对的，这边再去卡一手船底的位置，然后这里反手出来，找一下其他人。能排到，他知道你在这边。知道你在里面，被动已经用过了。对。这边双有闪现，如果说这一波进行一波击倒，直接闪现，外围将没有人可以进行救援。而且密码机差的很多。对的。甚至说这边还在摊一手不挂，中央零电直接去管那边的一个密码机。对，耳鸣响起，大概率知道有人在附近。对，但是你在附近的话，其实你要首先去把这个人给摸起来啊。对，所以留给他很多的一个时间去处理空军。空军的话，现在真的是手里什么都没有了。对的。这边也击倒的话，另外一边才刚刚的要往逃脱大师那边去贴一下，也没有时间了，因为这边空军已经倒了。就现在机子完全不够了，现在就进入到宠爱的控场时间了，就是还是得看前期，没办法，这个阵容打小丑就是要得看前期，就能不能自己牵制够，牵制不够了，道具往后面打一下就打干了。跳下来之后感觉就比较难了，这块板已经用过了，本身也没有飞轮。这样子的话，那边也是交不出志气的。对，是一个4抓局了。一把砸剑员挂到逃脱大师脸上啊。这样的话，就算逃脱大师起来，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了，只有一个迷烟炉。而且既然你提前交了，这边想砸头断锯的，但是没办法，已经过板了。对，这样子也是一个小丑的4抓将程度太多了，比较考验他的一个追击，一定要追击到快到说，还有以及他会有一个手椅环节嘛？对。早场得手椅上面去增多抓才行的，我猜。那感觉就可以直接去找一下气象的一个点。那看样子的话是要追一下气象学家。没错。位置。马上就会贴近一个身位，感觉前面的话，其实拉的时间还是挺久的。对对对。这里要小心，看一下自己的一个。也知道你叫藤蔓，然后选择一个沉云落地。进入到红毯的一个位置。没错。现在手上是有2个碎石的。不过拖下去，小天他手里的这个飞轮可以好，这样稳定吃一刀。后面还有道具，以及说也进入到了队友的一个配合范围之内。487是在中场的，没错。够帮他看一下监管的一个动向。
他还没藤蔓，他这边有藤蔓还好。哎，狗是没有咬到。对。然后强风是推到了本地，把这个藤蔓给废掉了，很关键。是的，哎，看这样子487这边是要陪跑一下。对，选择一波陪跑。对。就尽可能延缓这个倒地时间嘛，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一局化险为夷在这边气象手上，对吧？哎，贴脸放狗没有什么办法拖出来这样的一个成员，不过这样的话，反而有点交的太早。手里还有飞轮，看一下，哦，一个板间被打一刀，没有交出来。那感觉这一波其实两边陪跑的沟通没有特别的优势啊。我觉得刚刚咬住了，可以先不交道具拉开，这两个人还是贴得近一点比较好。整体的一个密码机是将近3台，其实差的还会稍微多一些，2台半多一些吧。对。而且2波救援没有化险为，如果被打针对的话，是可以直接进入到2挂的。所以说比较考验救人的一个救法，这边直接炸断。碎石还有压迫一下，哦，打了一个震慑。因为闪现他是故意压迫你的，他然后差2秒。地上还有藤蔓。对的，藤蔓缠住。救人位压力很大，哇，那这一波的话，真的是把节奏给打回来了，就怕手椅上面出现问题。而且果冻他是从很远的方向过来啊，等过来的时候，可能气象都已经将近要淘汰了。对他过来也同样会有一个手椅上的一个压力啊，想直接就这边炸一下，再缠一下，再捆一手，再打一刀，还是救下来了。对的，那这样补撞一手的话。算是把节奏缓和了一点。哎，但是手换挂吗？想，不是，主要是手里闪现还在呀。如果你强摸的话，这个人也交掉了，因为他这波是自己交自起，那我选择一波换挂，脸上这个人就不用管了。对。现在节奏还是比较偏向于监管这边的，因为密码机不太够的一个情况下呢，气象那边其实也没有办法给自己调状态。主要气象一直要补。他还要先把这些大遗产补开之后呢，再重新修一台。是的，然后这边就看，主要是一直有救人环节的话，苏打就一直有机会。CD 能脱够，一个放狗。打到针对，这边不让你救人，得摸一下小明这边，碎石躲一下先。对的，那就不着急摸，自己也不能太掉状态啊。这不完全不能掉状态，给一刀，那强行摸起来，手上有藤蔓，炸救，炸开。对。就至少保证2个人先拉开一点点。这里用板子没有办法了，又倒了。对的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只能先去挂前锋了。挂前锋没有人可以救这个前锋呀，没有人。哎，前锋起来拉球，这个球能不能跑过藤蔓？跑不过。再给一刀，坏。他们一定要赶紧调状态才行。现在得把气象调好了，让气象来救，因为他有个化险为夷在，就算自己是挂飞，但现在得把龟小手先摸起来。问题是龟小先摸下，不然的话永远是一个等于说减员的一个情况。但是咱们至少先干成一件事，现在好像状态也调不好。对的，一个炸，眩晕了，但是其实效果不是很大。而且气象也没有过来啊，他是在破译一个状态，那这个人还是要得2个人其中一起救人，两个人都走吧。我觉得救的话，可能2个人都要折在这儿了。行，对，确实也是。密码机其实大概拖的进度也是多了一些，那这样直接传这里气象它也是一个挂飞的状态，对，直接缠住飞轮躲掉，但这个距离很短，这边还是有刀的，一个刀直接给到击倒，这边是一个挂飞的象学家，对，挂上以后已经淘汰了2个了，对的，这样子一来一回只剩2个人，而且状态特别差，鬼小手这边还没有自起，我觉得。可能都不太能调整好所有人的一个状态，苏打这边都已经，苏打这边的一个点位还毕竟比较远嘛，在一个小门还是有机会的。那也不着急啊，你们唯一的遗产。对，没注意到刚刚这边好像亮了密码机的，我记得。他们其实也不太敢一直2个人贴在一起啊，不太清楚监管的一个动向，所以说邮差那边的状态是比较差一点的，还是一炸倒。万是往回排，因为毕竟现在是传送真空期，不敢把这个小门密码机放太远出来。耳鸣一直也没响起。但确实是在小门附近的一个半场啊，所以说苏打只要保证这边没有耳鸣，感觉这局苏打可以完全的存多一点自己的下面的技能条数、啊。对，全都拉满就可以了。对，只要你们不破1，那我就先存满了。对，全都拉满。因为他们早晚还是要回到这边的一个半场去破1，不然的话也会
把这个局势给打入僵局啊。这一把对于苏打来说机会真的很大，对，真的很大，看能不能自己抓住这个机会了。一个直线的排点出来，传送10秒钟，感觉可以先往外排了。对，往小推区的话有耳鸣就可以先稍微追一下，然后看小门会不会有人修。而且这边主要是个满状态的人，另外一边密码机一动就是邮差，传过去他就一炸倒，很难牵制。对的，还在注意这个密码机。我觉得先去拿一下枯手状态吧，因为你只要一拿状态，对面肯定会修的，不用太一直回头去。对，那台密码机也不是一碰开。对的。看到他开始摇了，那就直接传过去。传过去。但这边的话，邮差毕竟还有自起，传送交了，这看能不能抓住个真空期吧，有点难度啊。对，主要刚刚把枯手也给逼到大推了，他现在修的最近的密码机也是小推。同万交出来，进入一个短板，手上有碎石。哦，缠住了，没办法。那另外一边还没有碰到，只能先摸箱子去补充一下道具。刚刚是一个香水，其实在牵制上没有那么强势，只能说可以规避一次，碎石或者说藤蔓吧，或者说自己有一个拉点啊，然后摸了一个魔术棒，苏打把人牵的离密码机远一点之后，再重新过来排。我马上想起了，就在大腿附近，那好像没有想到这边又往回排了。很谨慎，他觉得你会绕墓地那边，对，很谨慎。那这样其实我觉得可以去，要不摸一手。对，枯手可以把邮差摸起来，这样你。但不太敢，怕如果说这波摸人的话，刚好被逮到，就是2个人都被发现了。是的，而且枯手的自愈是已经没有了的。对的。啊，现在的话邮差就倒地不起，反正你又找不到我队友。耗淘汰进度。啊，那这边应该要打一个。晃下来一个 A 域，再把它往那边牵一牵。对，击倒。不过这个淘汰进度其实已经剩的时间不太多了，是没什么太多机会了。对于求生者来说，真的有机会跑一个的。对对对，主要这张图我可以推墙去小乌鸦，这个就是让监管很难受的一个点。我不用碰密码机，我也不会爆点。其实我觉得苏塔现在可以去排地窖的位置。因为他们想走一个的话，一定要去走地窖的。而且他主要也是往大推小推排吧？哎，没看到吗？感觉这边是人偷到了，偷到的刚刚。对，很明显在往对的走。过来，耳鸣响起，找到脚印。那这边一个香水的鬼小丑能撑住时间吗？再叫一个藤蔓出来，拉近距离。我觉得对小明来说有机会啊，对，因为他是双弹，但是前面的话交互点会有点难。哦，香反应非常快。是的，看好了你那个出刀时间，现在邮差的一个淘汰进度已经过半了，但回走。先躲了一个藤蔓，让自己的身位拉开了。躲掉了炸。给一刀，藤蔓缠住，可以把人救下来。对的，但两边现在都属于一个倒地就，这边枯手还是有点久的。对，有开枯手就要倒2次，还是不够。那这样的话就比较难受，因为枯手他没自愈啊。没关系啊，因为枯手那边起不来。对的。还是一个4抓。是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直接就还回来了。这个确实这一局。但是邦打这个阵容也行吧，就是还是得看连雷啊，对手椅击倒啊之类的。反正就是邦这版本就逼着你救，对吧？如果说击倒的快的话，就肯定是逼着你救人。我觉得佣兵作为救人位，他救一波应该。那这样的话，浅浅也可以先去中场逼迫一下，毕竟法罗的话也是修的最快的那一个啊。直接去中场，但是法罗已经提前拉走了。这边想绕，不过神追也是在后面观察你的一个走向啊。对，这边绕的话，其实绕不了多少距离。然后前面跟进身位，但主要会有一个隐匿的状态啊。放了一个单位，
感觉单雷的话，对于走位的压迫没有那么强啊，球伤还是很好躲的。哦，哎，打到了一刀，打出来了。对，主要他是利用了说我的雷如果没有命中，那你一定在中间的一个缺口，我朝着缺口去出刀的话，人是一定在这里的。是的，2连雷躲掉，那可以撩出来。但是这个香薰手杖骗了一下，直接骗到了走位。对。 不然刚刚还蛮危险的。对的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前期一个快速击倒的时间是没有把握住，但这里还是能找到飞轮。对，飞轮再躲一刀，进到前面的短板，但还是有雷的机会。移形翻过来，对。哎呦，那这样子反而是给了一个2级啊。是存在感拿的很足，被压到了。那我觉得你既然交了，我觉得这个人可以不救啊，我真的觉得可以不救。 彻底不救哈，对，彻底不救，哪怕你交5个雷，就这个我也可以不救，就因为你移形交了，你后面不太好续节奏，不太好续节奏的。现在我还能车友的观众效应，我没着急去救，你手椅呗，就你这5个雷炸了，让他淘汰比较快也无所谓的。这个不来就应该卖了，对，因为这个倒计时马上要到了，这个倒计时一结束，人直接就好像跟飞了也差不多了。 没必要过来救，因为救援的话，你一个双倒的话就会比较大。你本来掉状态，而且法罗下来其实也不太好溜了。是的，所以说宠爱的话也是直接出来找下一个人的节奏。先交了自己的一个窗坛，没错。声域拉的还是让帮忙比较难受的。是的，一波压迫走位。但这个地形也比较复杂，还是一直给你绕大模型。又绕回红毯的位置。本来他们也有多修一台，其实红毯跟另外一台的进度差不多。是的，2连遥控，封一下他的走位。然后。但这种远程雷其实求生还是很好去反应啊，而且心里因为自身有应激，是不太好去进行一个击倒。这一刀对他来说不亏。对。 对吧？2连雷空了，哦，炸到一下可以，那前面还是一刀倒了，但是密码机这边其实破业了很多啊。是的，还能再吃1雷，但主要手上雷有点不太够啊，只有一个单雷。等这个遥控。对，下倒，也是看到了地窖那个位置，不过密码机确实是已经将近一个压好的状态了。我们甚至弹护腕去。 把墓地给补了，因为他墓地的还是大遗产。是的，他得早点补掉。补掉了以后就没什么心事了，我等队友压好，我就过来救一波。是，就同样道理嘛，就这波我可以压到比较极致的一个情况下再救。但手上还有一台79的是哪里的呀？79是红毯的吗？79的红毯应该少一点，应该少一点吧？对。 所以说这个救援上会有一点压力，毕竟他是给的塞的雷很多。也不救，就全卖。全卖。因为这局其实每个求生者都做到自己该做的，你像心理学家他也是牵制时间，哎，最后1秒过来救了啊，那这样子的话就有点亏了，还是降低了一些警惕性啊，觉得那个椅子上的雷爆了以后你是彻底不救了。这波。 追佣兵还有个护腕，还能牵制2连雷没有给到。对，太远程的雷，佣兵手里还有道具的情况下，也不太好去命中。对的。我好在地窖不在这里。有点到。再交护腕。传送。那这边是心理点的门，那要走这个地窖估计有点难了。遥控直接摇倒，直接连倒了。那大门点的也非常快嘛，因为当时人也在那个大门附近。是，应该是个平局，主要还是帮他传送一交。只要这边不是所有人都在的话，就没有。这边如果说是气象点的门，那就危险了。气象还能溜呢，我牵制道具还能牵制到说有个走地窖的机会。这样的话也是一个平局拿下。 也是恭喜 TE 获得本场比赛的一个胜利。知道，就还是苏打那一把的一个还回来的4抓非常关键。确实，因为当时